王妃，不好了！王爷的白月光打仗归来了，他进宫要求皇上赐婚，要给王爷当平妻。贵妃榻上，凤九溪惊坐而起，冲向旁边的雕花大衣柜，开始收拾行李。快收拾包袱，记得只收值钱的珠宝首饰。哎，别忘记了，还有银票。王妃，收拾包袱干什么呀？您不是应该梳洗打扮进宫吗？皇后娘娘是王妃的姑姑，一定会为王妃做主的。这欧阳女将军欺人太甚了。做什么主啊？赶紧收拾包袱，咱们跑路！快收拾，本王妃带你去闯荡江湖。哎呀，终于要自由了。他自从胎穿过来后，心里一直有一个江湖梦，现在终于可以实现了。幸福来得太快，让人眩晕啊！江湖滚滚，我好怕怕，吓得我浑身掉渣渣，突破世俗我笑哈哈，逆天改命我吹喇叭。走了，闯江湖去了。就当凤九溪兴高采烈激动收拾包袱的时候，宫里长公公来宣他进宫。啊，进宫干什么？这不是耽搁我跑路的时间吗？就不能让我快快乐乐的跑路吗？凤九溪不得不唤丫鬟过来为她洗漱打扮。临近出门的时候，凤九溪忽然想到了什么，赶紧让丫鬟去厨房为她拿了一块洋葱过来，以备不时之需。她这才上了进宫的马车。太极殿门口，凤九溪扑通一声，不顾任何形象地跪了下来，悄悄拿出衣袖里的洋葱，往自己眼睛上抹了一抹。妈呀，真是辣眼睛，受不了，眼睛都快要睁不开了，老遭罪了。根本不用酝酿什么情绪，眼泪就啪啪啪的往下掉，不掉都不行啊！决堤的洪水啊，此刻的眼泪都有自己的想法。皇上，你哪为臣妇做主啊？臣妇委屈。我也出征在外，臣妇兢兢业业地守着偌大的九王府，辛辛苦苦地操持家业，把九王府打理得井井有条，就等着王爷圣长归来，有一个温暖幸福洋溢的家。哪知道等来的却是这样的消息，臣妇为了九王府，为了圣王朝的江山社稷，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谁知道凤九溪声音惨烈，一声比一声凄惨，听得大殿里的臣子们脑袋嗡嗡嗡的直作响。长公公赶紧走出来，让凤九溪进殿说话。走进大殿，凤九溪又扑通一声跪了下来，衣袖里的洋葱时不时的擦拭着眼睛，眼泪如断了线的珍珠一样不停的往下掉。皇上，臣妇委屈见凤九溪哭得委屈，皇上和欧阳老将军松了一口气。九王妃这是不答应这桩亲事的态度啊，那就好办了。不过凤九溪这哭声实在是让人受不了，皇上只想赶紧把这事儿解决了，把人给打发了。皇上见凤九溪声音小了一点，赶紧开口：朕把欧阳媛媛赐婚给了九王爷当平妻，九王妃可有什么意见吗？但说无妨。听到这话，凤九溪哭得更大声了。龙椅上，皇上的嘴角一抽抽。那你到底是同意还是不同意欧阳媛媛嫁进门呢？臣妇同意。凤九溪像是泄了气的皮球，跌坐在了地上，仿佛刚刚的决定用尽了他全身的力气。可此时没人知道他的心里在偷着乐呢。男人都是大猪蹄子，只看新人笑，不闻旧人哭。到时候我要跑路，独孤商也没有那么在意吧。九王府要办亲事，办酒席就要收礼，到时候我还能卷巨款跑路，想想就美好。凤九溪这么一开口，皇上和欧阳老将军傻眼了。同意？九王妃竟然同意了，那他委屈的哪门子呀？刚刚又是哭的哪门子？就在众人愣神的时候，皇上，欧阳女将军既然求皇上赐婚，
那就成全他吧，臣妇没有关系。九王爷未归京，臣妇愿意代王爷操持婚事，择吉日就把婚事办了。欧阳女将军好启程，去边疆陪伴王爷左右。皇上，臣妇和王爷成婚2年了，正是新婚燕尔的时候，王爷便奉命带兵出征。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臣妇没能为王爷留下一儿半女，心中有愧，只恨不是男儿身，陪同王爷一同出征，并肩征战，保佑我圣王朝山河无恙。现在王爷找到这么一个人了，臣妇虽然心里不乐意，会嫉妒，会吃醋，可是一想到欧阳女将军嫁给王爷后，就能去边疆陪着王爷开疆扩土，王爷有他贴身照料，臣妇心里就没那么难接受了。这么说的，这到底是娶妻啊，还是找贴身照顾的丫鬟？欧阳媛媛当伺候人的饮食起居，可能吗？欧阳老将军要不是料定了九王妃会拒绝让欧阳媛媛死心，然后同意其他婚事，他也不会大费周章进宫找皇上商议这件事。可现在怎么办呢？九王妃这一出把他们原本的计划全打乱了，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九王妃当真愿意让九王爷娶平妻？是真心话吗？你放心，你是皇后的侄女，是国公府的嫡长孙女，朕断然不会让你受委屈的。你不愿意就直说，朕不勉强你。凤九溪心里郁闷到了极点，这皇上怎么回事啊？怎么像是一根搅屎棍？宣他进宫不就是为了欧阳媛媛要嫁进九王府的事情，要当九王爷的平妻？他现在答应了，皇上怎么又像是在引导他，让他拒绝呢？不等皇上说出其他的话，皇上，臣妇愿意。欧阳家世代忠烈，为国捐躯，才能有圣王朝百年昌盛繁荣，边疆无人敢侵犯。正因为有这些忠烈砥砺前行，才有现在的太平盛世，幸福生活。臣妇是国公府的嫡长孙女，是九王爷的王妃，更应该以身作则，心怀感激之心。臣妇不能妇人之仁，寒了忠烈和诸将士的心呢。恳请皇上为臣妇家九王爷和欧阳女将军赐婚。左相右相同时站出来，臣附议，恳请皇上赐婚欧阳女将军和九王爷。臣附议。这左相右相代表朝中两股势力，平日里水火不相容，任何事情都能吵上半天，可此时立场竟然一致了。臣附议，恳请皇上赐婚欧阳女将军和九王爷。看到这一幕，凤九溪高兴了，心里乐开了花。九王爷成亲，他们随礼，总不能随银子吧？高低随一锭金子呀！这个大殿都是金光灿灿呀！这下黑压压的跪了一片，把皇上给整不会了。欧阳老将军瑟瑟发抖，生怕皇上迫于压力就把这件事给答应了。这事不急，朕让九王妃进宫，只是想问问他的意思而已。九王爷娶平妻，怎么也得等九王爷归京再说。东方花烛总不能找他人代替吧？喂，别呀，这是着急呀！我的跑路费怎么不着急了？到手的银子才是自己的，没到手心里不踏实啊！皇上，九王府可以先为欧阳女将军和九王爷把婚礼办了。欧阳女将军这个时候去边疆，名正言顺就能待在王爷身边了，这样臣妇也就放心了。再说了，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皇上这下脸黑了下来，怎么回事啊？这个凤九溪到底怎么回事？难道真的一点都不在乎老九娶平妻？传朕口谕，让九王爷快马加鞭回京一趟。这是九王爷娶妻，本人怎么可能不在场？这事儿等九王爷回来了再议。凤九溪就这么被打发出宫了，独孤商就要回来了，到时候他还能顺利的跑路吗？呀，不行，他喵的得赶紧出宫，收拾行李，今晚就跑路，要不然就跑不掉了。
就当凤九熙被长公公领着出宫的时候，皇后娘娘念叨九王妃好些日子了，听闻王妃进宫，特邀九王妃去未央宫小坐。凤九熙一心惦记着跑路，根本不想多待，奈何又不敢拒绝，只能跟着李嬷嬷走了。皇后娘娘，请您去过未央宫，说您好久没有进宫看她了，有点想念。九王妃，那欧阳女将军在御花园。独孤商娶不到她的白月光，就把她当成排解的工具，他秒当她通房丫鬟呢。凤九熙走到御花园，就见到欧阳媛媛身边是围满了人。欧阳女将军真是女中豪杰，穿上军装能退敌，脱下军装柔美漂亮。这九王妃之位本应该就是欧阳女将军的。对，九王爷和女将军的情谊人人动容，王爷出征，女将军誓死追随，真是情真意切啊。据说皇上已经让王爷快马加鞭回来了，欧阳女将军你就等着出嫁吧。就是，要不是凤九熙仗着是国公府的嫡长孙女，横插一脚，女将军早就是九王妃了，又怎么可能成为平妻？没关系的，现在能嫁给独孤哥哥，媛媛也满意的，幸福不是不到，只是晚到而已。好在总算是苦尽甘来了。凤九熙看到这一幕，一脸的冷笑。当初独孤商未婚的时候，他在干什么？不是青梅竹马吗？不是白月光吗？他要是早点行动，能有他凤九熙什么事儿啊？这时有人看到了欧阳媛媛手上的佛珠，那佛珠就是九王爷身份的象征。女将军，你这佛珠是九王爷送你的定情信物吗？王爷对你真是宠爱啊。不是独孤哥哥送给我的，因为我们上阵杀敌，双手充满了血腥，所以信佛为那些死去保卫家国的将士超度。这佛珠是我很多年前去黄觉寺求来的，一条送给了喜欢的人，一条自己戴了很多年。多年前你们就互诉衷肠了，可惜了啊！嘘，你们小点声，九王妃就要过来了，别让她听到了，到时候我嫁进九王府，世子就难过了，指不定新婚就要被占规矩呢。他喵的，放了个嘣儿！这个欧阳媛媛简直就是胡说八道啊！他和独孤商要是之前就儿女情长，按照独孤商的地位和权势，会娶她凤九熙。不过男人都是大猪蹄子，之前看不上，指不定到了边疆就看对眼了呢。独孤商吃素，什么时候是为了欧阳媛媛了？明明就是赐婚的圣旨下来，他就生病了，又祸事频繁，最严重的时候生病差点要了他的小命，魂不离体。当时上朝的独孤商也听说了这件事，下朝后二话不说就来国公府探望他，然后带他去黄觉寺佛前许愿。他佛前许愿吃素3年，所以这关欧阳媛媛个屁事儿啊！臭不要脸的白莲花。嬷嬷，后日国公府为允儿举办周岁宴，本王妃请这个欧阳女将军去赴宴，她会去吗？完了，九王妃又要发癫了，这位欧阳女将军怕是惨了。这是皇宫，不好生事端，忍一忍，等日后在国公府再说。李嬷嬷，如果合理的话，那女子的嫁妆是不是可以全部带走？是这样吗？按照律法是这样的，合理可以带走全部嫁妆，如果被休，就看男方大方不大方了，可以带走一半，也可以1两银子都不给女方。九王妃问这个干什么呀？王妃，您不会是想和离吧？哎呦，使不得，万使不得呀！凤九熙心里就是这么想的，但是嘴巴上却不承认。他摇了摇头：“李嬷嬷，你想多了。我家王爷英明神武，风流倜傥，权势滔天，武功高强，可是不可多得的男人。这京城多少人想要排队嫁他呢？我怎么可能想要与他和离？李嬷嬷，你别多想，千万不要在皇后姑姑面前提起这事儿，免得气坏了皇后姑姑的身子。”李嬷嬷一听九王妃这么说，这才松了一口气，真怕这小祖宗乱来呀！驿站，独孤商骑马赶了1天的路程回京城，天黑了，这才进驿站休息。他刚刚坐下来，暗卫收到消息，走进来欲言又止。王爷，暗部那边送信来了。什么事？王妃又惹祸了。他带兵打仗去边境城池，这一去已经是1年有余，可收到的家书寥寥无几。今儿个有小狐狸的消息，独孤商有一种不好的预感。王爷，王妃在京城给您娶平妻，还有府里的下人看到王妃收拾包袱了，还去账房支取了1万两银票。王妃估计又要离家出走了，您看怎么处理？王妃为本王去
娶的哪家姑娘？回王爷，是欧阳老将军的孙女欧阳媛媛。绝了，本王没有娶妻纳妾的打算，更不会娶一个跟在本王屁股后面转悠的假小子。是。暗卫正准备书信给京城的暗部，独孤商就改变了主意。不用了，今晚不休息，快马加鞭回京城。是。之后，暗卫赶紧去找驿站的人换马，准备干粮。原本王爷打算今晚整修，后日就能回京，直接去参加国公小世子的满月宴。可现在娶平妻啊，九王妃这次怕是很难平息王爷的怒火了。去未央宫的路上，凤九溪一言不发，心里在想着和离的事情。一想到那10里红妆的陪嫁，他都笑得合不拢嘴。发财了，发财了！有了这些钱，要什么九王爷？争风吃醋干什么？他要是乐意，要是高兴，养他10个8个的小奶狗，带着小奶狗日江湖，他就是当代东方不败呀！啊，不对，东方美人。美滋滋的。很快到了未央宫门口，凤九溪收敛了情绪，走进正殿，扑通一声跪了下来。洋葱再次发挥了他该有的作用。皇后姑姑，希儿委屈，你得为希儿做主啊！九王爷不是个东西，在外面行军打仗还花前月下，现在更是求到皇上面前要娶平妻，希儿受不了这个侮辱啊！凤九溪是一边哭一边观察皇后娘娘的脸色，和离，她要和离呀！要是皇后姑姑能够支持她，这事儿准成。凤九溪见皇后娘娘的脸色冷了下来，演得更卖力了。哎呀，我要不是胎穿了，这留在现代，保准往演艺之路发展，不拿一个奥斯卡金奖，都有点对不起我这炉火纯青的演技。姑姑，希儿委屈，当初爹让希儿嫁给九王爷的时候，希儿嫁了，可是爹当时怎么没有告诉希儿，九王爷有一个青梅竹马的白月光啊？两人早就情投意合了。什么？你说独孤商和欧阳媛媛是青梅竹马还是白月光？对，就是这样。就是刚刚欧阳媛媛在御花园同那群贵女所说的那样，李嬷嬷可以作证，九王爷手腕上那串从不离身的佛珠，听说是他们的定情信物。姑姑，希儿好委屈啊！李嬷嬷，可有此事？回皇后娘娘，确有此事。老奴和王妃在假山后面听得清清楚楚。凤九溪赶紧添油加醋。姑姑，你看，希儿和王爷成婚2年了，王爷虽然出征1年，可是有1年的时间在京城，可希儿手上的手工纱还在，王爷从未碰过希儿。希儿见王爷身边没有妾室，也没有通房，还以为王爷有什么隐疾不能人道，所以就没有透露过这件事半分。哪知道不是王爷有隐疾，而是王爷为了那欧阳媛媛守身如玉。成亲2年了，手工纱还在，所以新婚之夜后，九王爷也没有碰凤九溪。该死的！缓过来后，皇后看向凤九溪的眼神多了几分的恨铁不成钢。你怎么不早说啊？2年了都没有把一个男人拿下，嬷嬷教你的那些你不是学了吗？给你的话本你也看了，怎么就不会了？姑姑，不是希儿不想伺候王爷，希儿去了王爷房里好几次了，即使是一张床榻，他都没有碰希儿。希儿以为王爷不行，这种事情即使是国公府也不能回去说呀，哪知道凤九溪此刻对九王爷是有愧的，没办法，为了让皇后娘娘答应支持他和离，只能污蔑九王爷了。皇后娘娘听到凤九溪这些话，气到不行，恨不得把御花园的欧阳媛媛叫过来，好好教训一顿，教教他什么是规矩。白月光，哼，挺好的，挺好的。他倒要看看这欧阳女将军到底是何方神圣，有什么狐妹子招数能把当权九王爷迷得神魂颠倒。皇后娘娘让凤九溪起来去告诉国公爷，送一个帖子到欧阳将军府，邀请欧阳老将军祖孙俩去国公府参加小世子的满月宴。是。凤九溪在未央宫用过午膳，这才回到九王府。这个东珠很值钱，圣王朝第1大，老喜欢了。还有这对祖母绿手镯，可以值几百万呢。玉如意也值钱，哎，舍不得怎么办？哎，
要去操江湖了，总不能随身携带这些值钱的物品吧？这一年头车马慢，马车更慢，这些东西太显眼了，容易遭贼，所以带在路上只有银票最轻便。唉，舍不得，可是没有办法。拿起一颗夜明珠，宝贝，你们都是我的大宝贝，亲亲大宝贝。可是现在我不能拥有你们了，知道我有多心疼吗？可是没有办法，你们值得更好的人，而不是本王妃这种最好的人。凤九溪心一横，交给了大丫鬟如意。拿走，拿走，赶紧拿走，拿去换成银票。王妃，九王府没银子了，穷到要典当物品了吗？听到如意的话，暗处的暗卫差点从树上掉下来。九王府富可敌国，九王妃执掌王府中馈，又怎么可能不知道库房里有多少银子呢？九王府怎么就没有银子了？凤九溪为什么要典当这些物品呢？那自然是独孤商送他的礼物，和离后估计带不走。这时另外一个暗卫从外面回来，急匆匆地去找了九王府的管家，管家这才硬着头皮来到了主院。外院的丫鬟赶紧进来通报，王妃，管家在外院求见，说是带回了九王爷的口信，要让他进来吗？不见，告诉他本王妃在小憩。王妃，还是见一见吧，王爷要是有什么急事儿呢，不见不太好吧？是这个道理。万一王爷恳请我为了他操持婚宴呢？作为正妃，只能勉为其难，忍着伤痛操办了。正室不容易呀，正妃更不容易，还要为自己的夫君纳小妾。不一会儿，周大管家走了进来。老奴见过九王妃，九王妃万福。起来吧，有话快说，有屁快放，什么样的关系你就说什么样的话题，别越界了，本王妃不喜欢。周管家无语，不等周管家开口，凤九溪继续开口道：你说王爷是不是让本王妃为他娶平妻啊？九王府要大办喜宴，是这样吗？办吧，谁让本王妃执掌王府中馈呢？正是要有正式的胸怀，100桌席够吗？来多少人？5品以上的应该都会来吧？周管家完全插不上话，每次对上九王妃，阅人无数的周管家总是有一种无力感。王爷准备了多少聘礼？咱们九王府库房没多少银子了，要是天价聘礼的话，怕是拿不出来呀。周管家怕九王妃说出更多惊世骇俗的话，赶紧开口：王妃，王爷今晚就回府，让您准备去城门口迎接。刹那间，偌大的正厅安静了。什么？回来了？这就回来了？哼，没想到啊，独孤商真是猴急啊！为了这个白月光，不知道骑坏了多少马儿，终究是马儿承担了一切呀。怎么的？害怕我欺负欧阳媛媛这个白月光啊？犯不着。生气了，我真的生气了。撒木这时却急得团团转。完了，这下完了，九王妃根本不会为王爷准备这些，只希望周管家靠谱一点，把这些打点妥当，让王爷回到王府不至于冷冷清清的。王妃十指不沾阳春水，能吩咐奴才们打点，也是王妃一片心意啊。这一次王妃怕是不会那么容易消气的，九王爷日子不好过，他们这些下面的奴才日子更不好过了。天黑之前，独孤商回到了京城。王妃，咱们真的不去城门口接王爷吗？王爷已经出政1年了，您就不想他？想啊，本王妃最想九王爷了，想到九王爷，本王妃恨不得一巴掌呼死他。他一个人拜把子算老几啊？得让本王妃大老远的去城门口接他。凤九溪看到那一叠厚得很的银票，心情很好。没想到这一世终于发财了，有钱了。当然，你想去城门口接王爷，本王妃也不反对。行了，一边去，别耽搁本王妃数银票。快点备马车，我要去城门口替王妃接王爷。汤婆子、糕点都要准备一些。所以王爷是想让本王妃伺候他，为他沐浴更衣，准备换洗衣衫，热饭热菜的等他回府。劳烦管家告诉独孤商，让本王妃伺候他，做梦来得更好。周管家，你想一夜暴富吗？你想成为一品大臣吗？你想富可敌国吗？来，跟着你们王爷一起想。之后周管家就被赶出了主院。这个消息确实打得凤九溪措手不及呀。回来了，这就回来了？怎么就回来了呢？还想要他伺候，门儿都没有。真想问问独孤商最近好吗？他碗里的锅里的都还好吧？银子够用吗？要是不够用，让奴才们给他烧一点，可能是中元节烧得不够花啊。独孤商回来了，他离家出走还能行吗？怕是没跑出皇城就被逮回来了。
不对呀，他都要和离了，怕独孤商干什么？半个时辰后，凤九溪却带着大丫鬟如意去了国公府。这边离皇城还有半天路程的九王爷收到了信息。王爷，九王妃说她已经打扫好了房间，让下人备好了洗澡水，后厨备好了饭菜，就等王爷回府了。哦，盆里面栽松鼠，成不了材呀。罢了，让他们再兴奋兴奋。半个时辰后，如意红着眼眶回来了。怎么了？是谁有眼无珠欺负咱们家大丫鬟了？真是蚊子吸了蝙蝠血没长眼！说出来，本王妃为你做主。如意张了张口，欲言又止了好几次。凤九溪也不着急，她有的是耐心。这丫头要是想说，终究会说的。过了半晌，一副豁出去的样子，这才气愤地开口：王妃，不好了，出事了，出大事了！奴婢们到城门口的时候，就看到欧阳女将军也去接九王爷了，然后两个人一起骑马回了九王府。什么玩意儿？你说什么？欧阳圆圆去城门口接独孤商了？两个人有说有笑，你侬我侬的回了九王府，独孤商把他带回府了啊？奴婢们亲眼看见王爷和欧阳女将军纵马朝着王府的方向去了，真是太可气了。这欧阳女将军还未出阁，怎么这般不要脸？现在对于他们俩来说，婚约还没有下来吧，男未婚女未嫁，大晚上的就单纯的在一起了。想到这里，凤九溪脸色瞬间阴沉了下来，嫌他妈给恶心开门，真是恶心到家了。没有下线的两个人不会去他的床榻上做那种不可描述的事情吧？他有洁癖好不好？本王妃得恢复拴狗，府上已经养了一只畜生了，不能1年后养一窝的畜生，还得记在本姑奶的名下。这种喜当娘无痛做妈的事情，本王妃不接受。之后，凤九溪坐上马车就回了九王府。本王妃要去土狗。说凤九溪为什么会这么生气呢？独孤商想要娶平妻，他其实不反对，正好可以圆了他那日江湖的梦想。可今晚城门口发生的事情触碰到了凤九溪的底线，独孤商和欧阳圆圆这对狗男女简直不把他这个正妃放在眼里，一言一行都在啪啪啪的打他的脸。凤九溪杀气腾腾，一身凌厉之气冲进了九王府。王府内，独孤商第一时间收到了消息，王爷，王妃回府了，她手上拿着一条狗链子，杀气腾腾的冲进了主院。王爷要拦着吗？不用，你们退下。王爷，那您小心点。听到这话，独孤商差点气笑了。小心点？他为什么要小心点啊？他又没有干什么偷鸡摸狗的事情，又没有对不起小狐狸，为什么要小心点？小狐狸回来的正好，他就不用大晚上的去国公府带人回府。当时在城门口，独孤商一眼就看到了国公府的马车在那里停了很久，这一看，独孤商就知道小狐狸没有来接他，要不然他不会在马车里避而不见。独孤商心想，只是下人们来了，所以小狐狸今晚是不打算回九王府了。1年未见，甚是想念，心心念念的骑马赶回来，就是这个待遇。所以当独孤商看到一匹枣红色的马朝着城门口径直而来，独孤商看到马背上那一身同样劲装的欧阳圆圆没有让人阻止他靠近，一个计谋，心中生起。或许他不用去带人，小狐狸就能自己回，并且会以最快的速度冲回府。独孤商骑马，欧阳圆圆一边往九王府走，一边冷漠疏离地说了2句话。独孤哥哥，你回来了。欧阳女将军慎言，还是换本王爷吧。王爷，后日您会去国公府赴宴吗？本王的行踪需要向欧阳女将军汇报吗？不是，王爷，圆圆不是这个意思，是国公府给我发了请帖，所以想要问问王爷去不去国公府赴宴。这时，独孤商看见国公府的马车，便快马加鞭地离开了，懒得理会叽叽喳喳、一脸害羞的欧阳圆圆。参谋，回府。是，王爷。之后，一群人快马加鞭回了九王府，所以什么有说有笑一同回九王府，纯属扯淡。回到九王府，凤九溪提着狗链子，一脚踹开了寝殿的房门。独孤商，你个水性杨花、风流成性、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狗男人，出来受死！独孤商心想，回来了，小狐狸这就回来了，比他预想的还要早小半炷香呢。哟，这么着急啊，这么大气性。不是要离家出走吗？不是回国公府，避而不见吗？还不是回来？
独孤生，你个狗男人，竟然敢带着其他女人回府过夜，你是缺银子吗？客栈的费用本王妃给你出了，带着那个绿茶滚出王府去！凤九溪在寝殿里找了一圈，没有看到独孤商的人，这才拿着狗链子朝着浴室走过来。刚刚走进来，独孤商，你暴露狂啊！穿上，赶紧穿上！你为什么不穿衣服？快点穿上！独孤商淡淡的看着凤九溪，嘴角的弧度越发的扩大，可是开口时，所有的情绪又收敛的干干净净，这才慢条斯理的拿起旁边竹竿上的衣袍穿了起来。很好看，不喜欢把眼睛闭上。你盯着看干什么？还是王妃想要上前摸一把？凤九溪看呆了。8块腹肌了，肌肉猛男啊，那线条太好看了吧！这种身材的男人，对于女人来说，成熟女人来说是致命的诱惑呀。没想到独孤商有这么好的身材，这都成亲2年了，补得严严实实的，一次也没让他看见。今天算是误打误撞看见了。怎么了？怕他非礼他呀？搞笑！眼睛目不转睛，嘴巴却还在回答独孤商的话。谁喜欢了？本王妃才不喜欢。独孤商知道这只小狐狸喜欢口是心非，心口不一是他的常态，朝着凤九溪走了过来。那一开一合的衣袍让那8块腹肌若隐若现，仿佛更加勾人了。王妃想要摸一摸，也不是不能让你摸，你我成亲多年，让你摸一摸也不是不可以。停住！你快点停住！你听到没有？本王妃才不是垂涎你男色的人！停住！独孤商怎么可能停住啊？一步一步的逼近，哪知道就在这个时候，凤九溪退无可退，一脚踩空，朝着旁边的浴池跌了下去。小心！独孤商一个飞身把凤九溪拦腰抱住，两个人站立在了池子中央。可就是这个时候，凤九溪双手正好撑着独孤商的胸膛，只是看上去好看，摸起来硬邦邦的。希儿，别闹！谁闹了？我这是检查，知不知道？看看你身上有没有被哪个小妖精留下痕迹。终究是独孤商心软，舍不得教训这只小狐狸，对着外面低沉的开口：备热水，让丫鬟进来伺候王妃沐浴。谁说我要沐浴了？我是来宰狗的，不是把自己洗白白了带宰的。希儿，别闹，天冷别染了风寒。二话不说就开始为凤九溪脱下身上湿哒哒的衣服。干什么，狗男人？你干什么？你吃着锅里的看着碗里的，真是厕所里跳高过分了。独孤商没有理会凤九溪的叫嚣，低声的安抚着。凤九溪见独孤商来真的，这才害了怕。我自己来。丫鬟呢？让丫鬟进来伺候。如意，进来伺候本王妃沐浴。独孤商看着凤九溪那害怕的眼神，听着她颤抖的声音，终究是没有逼她，然后离开了寝殿。这时，另外一个暗卫又来禀报：王爷，王妃拿着链子满王府的找人，说是要把您藏的妖精找出来宰了。王府就只有他一个小妖精，去告诉王妃，那人藏在主院的暗室里，让他去暗室找。独孤商这才起身回主院。小狐狸只要回主院，在劫难逃。当他提着链子冲进寝殿，准备去开暗室开关的时候，腰上忽然出现了一只大手。刺客，快点拿刺客！快，有刺客闯王府了！来人呢？奈何此时王府的那些暗卫早就已经退下了。独孤商，你干什么？你的手，把你的臭手拿开！你干什么？你到底要干什么？你发什么疯啊？独孤商，你他妈耍流氓啊！找你的白月光，找你的欧阳以轩进去！独孤商低头看到那喋喋不休的红唇，眼神异常的认真，低头堵住了那张诱人的娇娇红唇。王妃，这么娇艳的红唇，不应该说煞风景的话，应该这样。疯了！刹那间，凤九溪整个人如同被电击了一般，整个人后背都直了。独孤商，他犯规！其实九王爷早就想这么做了，奈何怕吓到小狐狸，他的那些情真意切念念不忘，一直小心翼翼地收藏着，不敢表现出来，因为怕小狐狸承受不住那排山倒海的爱意。深爱是束缚，感觉到危险的小狐狸跑得比兔子还快，独孤商不敢赌，抓得越深越牢，他跑得就越快，要不然就不会这么隐忍着一直不碰他。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相敬如宾，如今他忍不下去了。这只小狐狸恃宠而骄，是
是该好好修理。这一刻，独孤商终于做了他酝酿了好几年的事情，欲罢不能，真的很美好，好像拥有了全世界。小狐狸懵逼了，脑子还在不停地转动。我操，怎么回事？咋回事啊？这是独孤商没喝酒吧？不会是晕晕乎乎把他当成了欧阳圆圆那朵小白花了吧？说好的为欧阳圆圆守身如玉呢？说好的白月光呢？独孤商感觉到凤九溪心不在焉，低沉又魅惑的开口：“王妃专心点。”然后又惩罚性的在凤九溪的唇上咬了一口，直到凤九溪根本站不住，呼吸被夺走了，他就像掉进河里濒临溺水的人。王妃闭眼睛，乖，呼吸，呼吸，知道吗？就当凤九溪以为他会这样死去的时候，独孤商终于让他有了换气的机会。春熙，你个大头鬼！你看清楚，不是欧阳圆圆，不是你的白月光，去找你的欧阳圆圆去。独孤商，你该不会是被欧阳圆圆拒绝了，所以来找我发泄吧？不对，你应该是欲盖弥彰。说，你是不是把人藏在暗室了？你是不是把欧阳圆圆藏着了，故意吓唬本王妃？狗男人，你怎么那么阴险狡诈，那么不要脸，城府那么深啊！独孤商也不恼火，嘴巴勾起一抹邪魅的笑意，抱着凤九溪的腰，一个转身。原来王妃喜欢在暗室，那咱们就去暗室。娘子这张嘴啊，不适合说话，但是甘甜的味道，为夫喜欢。独孤商带着凤九溪一个转身，低头又夺取了凤九溪的呼吸，浅尝深吻。他家小狐狸的味道原来这么的甘甜，让他爱不释手。怎么办？舍不得放开，那就一起下地狱，一起沉沦吧。独孤商手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一枚碎银子，打在了暗室的开关上，隔墙上一道暗门缓缓地打开。独孤商二话不说，一个飞身带着凤九溪飞了过去。暗室里一览无遗，到处都是金银珠宝、黄金玉器，连一个藏人的地方都没有，哪里有什么欧阳女将军呢？上当了，他上当了。凤九溪撒腿就往暗室的外面跑，还有一步，只要一步，他就能出暗室了。哪知道就这么一步之遥，独孤商就让凤九溪的希望破灭了。独孤商把他抱了回来，丢在了暗室的冰床上，是独孤商用来疗伤的冰床。虽然是丢的动作，可是他却控制了力道，不会让他跌疼。独孤商一个翻身压了上去。王妃，夜深了，该歇歇了。凤九溪感觉到了危险，1秒钟就怂了。那个王爷，我还没有瞌睡，你自己一个人睡吧，我先走了。王妃不是怀疑本王不娶吗？本王到底娶不娶？王妃不想知道吗？对了，王妃还怀疑本王有龙阳之癖。王妃，你过来，本王让你看看本王到底有没有龙阳之癖。王妃怀疑本王为了那个欧阳女将军守身如玉，本王为了自证清白，今日只能委屈王妃了。妈呀，疯了！凤九溪真的要疯了，不爱了，坦坦荡荡，还能敬他是条汉子。现在东窗事发了，还要回府上来发疯，让他这个九王妃帮他证明，摆脱那些流言蜚语。哼，不可原谅！凤九溪咬牙切齿，不顾自己的处境。独孤商，你为了那个欧阳女将军真是物尽其用啊！竟然让本王妃为你证明，你真是一个畜生！找你的欧阳女将军去，别恶心本王妃！王妃这是生气吗？王妃在乎本王，想要本王独宠你一人，所以生气了，对吗？独孤商终于引导着凤九溪，想要从那张让他欲罢不能自已的娇艳红唇中听到他想要听的情话和甜言蜜语。只要小狐狸一句在乎，一句喜欢，他恨不得把心都挖出来，让小狐狸看看，上面只写了小狐狸一个人的名字，凤九溪。王妃要是不同意本王娶那个欧阳女将军，王妃就说出来，别憋坏了自己。如果王妃执意反对的话，本王可以考虑不娶。王妃觉得呢？等不到凤九溪开口，独孤商继续耐心地开口道：想来王妃应该是不愿意本王娶那什么欧阳女将军为嫔妻，对不对？要不然王妃也不会去皇后娘娘那儿委屈的哭诉，让皇后娘娘看你手腕上的手工伤。啊，独孤商这个狗男人怎么知道他去皇后娘娘那卖惨呢？还把手工伤拿出来给他们看了。完了，既然如此，哼，豁出去了。独孤商，你真是欺人太甚了！你新婚夜让我成为了下堂妇，成为了全京城的笑柄，
娶白月光过门，你把我置于何地？欺负人，你真是欺负人！和离，我要同你和离！独孤商看到小狐狸使劲眨巴眼睛，想要让他心软的样子，差点气笑了。别眨巴了，哭也没有用。今晚本王一定要将王妃证明本王的清白。王妃，今晚你逃不掉了，本王补给你一个完整的洞房花烛夜。妈的！行，逃不掉那就不逃了，那就直接翻身做主人。凤九溪一个巧劲儿，一个翻身，把他压在了寒冰床上。王爷想要洞房花烛夜呀？行啊，本王妃给你娶欧阳女将军，回府伺候你。九溪，本王真想捏碎你没有良心的小东西。独孤商，你才是21天不出鸡的蛋，坏蛋一个，真是坏死了。你去国公府求娶我的时候，明明娶了一生一世一双人，可为什么你现在要娶平妻？本王妃不要你了，要和离。王妃，九王府没有和离，只有丧偶，这辈子你都只能是本王的妻，明白吗？凤九溪想要反驳，奈何独孤商一个飞身抱着凤九溪就把他压到了寒冰床上。王妃，咱们今晚就洞房花烛夜。话音落下，独孤商低头再一次封住了那张巴拉巴拉尽说气人话的嘴。不要，独孤商，你干什么？感觉到身下人的害怕，独孤商整个人的态度软了下来，伸手捋了捋凤九溪的发丝。乖，别怕，我会轻一点的。本王的小狐狸长大了，已经16岁了，不再是小女孩了。凤九溪愣了一下，所以新婚夜独孤商那么干脆的答应不碰他，是因为念及他年纪小，刚刚及笄吗？看凤九溪这样，独孤商有点心软了，可是又不能再等了，要不然这小狐狸还不知道怎么胡思乱想呢。希儿，本王与欧阳媛媛之间绝无儿女私情，本王心里从始至终只有你。希儿，本王想可以吗？就在这个时候，凤九溪从怀里掏出了一张休书。不可以，王爷既然违背了你当初的誓言，我们就没有继续下去的必要。王爷不肯和离，那我就休了王爷。独孤商扯过那拍在他胸口的信件，拿过来一看，放夫书。刹那间，独孤商的脸色阴沉了下来。你要休了本王，国公爷知道这件事吗？他同意了。本王妃要休夫，不需要谁同意。独孤商，你现在已经被休了，麻烦你起开，懂吗？就当独孤商怒气滔天，准备毁天灭地的时候，外面突然响起了桑火急切的声音：王爷，王爷，800里加急，皇上命您速速进宫。独孤商二话不说，撕掉了那封放夫书。想和离不可能，你这辈子只能是本王的王妃。凤九溪闻言，眼底满是冷意。九王府困得住他？休夫必须要休夫。凤九溪走出暗室，叫了身边的大丫鬟：如意，去叫福琛、福秋他们几个收拾包袱，雇几辆马车，把本王妃的陪嫁全部拉走。趁王爷回来之前，把所有的事情办妥了。之后，几个丫鬟就开始忙碌了起来。暗处的守卫看到这一幕，暗自着急：完了完了，这下是完犊子了！王妃要把王爷抛弃了，这下王爷真的成为下堂夫了。快速去速回，别让王爷进宫了，快点回府，再不回来他王妃就没了。这时在九王府的后门浩浩荡荡的停了10几辆马车。凤九溪吩咐完丫鬟们装完嫁妆，起身来到了案几旁，然后捏着好笔洋洋洒洒的写了一篇狂草的和离书。写好以后，凤九溪在和离书后面落下了自己的名字，按了手印。等独孤商看到和离书，同样签名按下手印，就能去相关部门登记，两人正式和离。走了走了，终于要去操江湖了，如此快哉快哉。凤九溪把和离书拍在了床榻上，保证独孤商走进寝殿就能看到那和离书。凤九溪这才走出了房间，他大步地朝库房走了过去，看了一眼九王府的库房，眼底闪过一丝的狡黠。这箱还有这一箱，这些通通搬上马车。小姐，这不是您的陪嫁，您的陪嫁是这些箱子。搬，给本王妃把九王府的库房搬空，都要和离了，拿点青春损失费怎么了？搬空，全都搬空。她嫁给独孤商2年有余，独守空房2年，那不得要点青春损失费啊？再说了，日江湖得花费很多银子的。
半炷香的时间，九王府的库房就被凤九熙手底下那几个能干的丫鬟全搬空了。搞定，走，闪人。在那阴暗的角落里，桑火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般，急得团团转。哎呀，王爷呀，王爷，你到底何时才能回来呀？这时间拖得越久，情况可就越发不妙了。他心急如焚地朝着门口张望，期待着王爷能快马加鞭赶回府上，阻止这场可怕的浩劫。然而门外依旧静悄悄的，没有丝毫王爷归来的迹象。这时凤九熙和府院里走了出来，准备离开了。暗处的桑火不得不出来，拦住了凤九熙的去路。王妃等等，您再等等，王爷马上就回府了，您大晚上的离开很不安全，到时候小的没法交代呀。什么？独孤商要回来了？不行，他再不跑路就走不掉了。他人可以随时离开，但是那些值钱的玩意儿怕是带不走了。本王妃已经休了一家王爷，让开，好狗不挡道。什么？王爷被休了？这不疯了吗？哎呀，王妃呀，您可千万要消消气呀！王妃，您现在正在气头上，这时候做决定怎么能作数呢？您可得三思而后行啊！您先别着急，再耐心等一等。王爷回府之后，一定能给你一个满意的解释的，好不好呀？到时候说不定所有的误会都能迎刃而解了，您就能改变合理的想法了呢。您这大晚上的离开，小的实在是担心您的安全呐。让开！再不让开，本王妃要动手了！桑火快要哭了，王爷怎么还不回府啊？报信的人到底有没有在皇宫见到王爷呀？哪知道就在这个时候，凤九熙也不废话，抽出了腰间系着的鞭子，二话不说，一鞭子朝着桑火甩了过去。挡路者死！既然你不让开，就吃本王妃几鞭！凤九熙说出手就出手，挥下去的鞭子没有丝毫的手下留情。这一鞭子下来，桑火赶紧闪开，并不敢和凤九熙正面对上，又不敢出手主动攻击，只能是节节败退。不要过来！再过来，本王妃不会手下留情了。等你家王爷回府，告诉他被休了。凤九熙丢下这句话，钻进了马车，离开了九王府。此刻皇宫中，独孤商收到了消息，脸色瞬间阴沉下来，全身的气势一瞬间逼人。搬空了九王府，他要和离。回府。独孤商用平生最快的速度从皇宫回到了九王府，走进主院，桑木赶紧出来迎接，手里握着凤九熙写的那份和离书。独孤商接过和离书，阴冷地开口道：王妃往哪儿走了？可有派人跟着？回王爷，桑火带人远远地跟过去了，沿途做了记号。独孤商没有再说话，低头打开了那和离书。凡为夫妇之因，前世三生结缘，始配今生之夫妇。若结缘不合，必是冤家，故来相对。既已二心不同，难归一意，快汇集诸亲，各还本道。本王妃相离之后，重梳蝉鬓，眉扫蛾眉，巧逞窈窕之姿，选聘高宫之主，一别两宽，各生欢喜。刹那间，独孤商冷笑出声，只是那笑容根本不及眼底。此时跟着凤九熙离开的人已经回来报信了。桑火见独孤商面色阴沉，开口时小心翼翼的：王爷，王妃下榻了城南的别庄，那处宅子是国公府置办给王妃的嫁妆。收到这个消息，独孤商松了一口气，没出京城就行。半夜，独孤商独自一人前往别庄。他原本怒气横秋，想要过去狠狠地把凤九熙收拾一顿，可到了别庄上，却又硬生生地收敛了怒气。小狐狸的怒气一时半会儿消不了，必须想一个万全之策才行。归根到底是因为欧阳女将军以军功恳求皇上赐婚这一事儿，他无意去平妻的。九王府就一个王妃，就已经鸡飞狗跳人仰马翻了，他宠他一个就好了呀。独孤商就这么地在凤九熙的屋顶陪着小狐狸坐了一夜未眠，让他更加的确定他想要的是什么，是和小狐狸一生一世一双人，弱水三千只取一瓢。后日是国公府大喜的日子，欧阳老将军要带着孙女登门祝贺，到时候他一定要抓紧机会把这个事情处理了，解释清楚，并且昭告天下，他独孤商此生只娶一人，共白头，歇了京城那些权贵往九王府塞人的心思。凤九熙这一觉睡到了日上三竿。小姐，那欧阳女将军去咱们的金楼选陪嫁的首饰了，金楼的伙计来人了，想问问小姐的意思，要做欧阳女将军的买卖吗？做，有银子赚，为什么不赚？让人传信给掌柜的，让他把那顶最贵价值10万两的凤冠推销出去，卖出去月底工钱翻倍。如意听到这话，
出门回话去了。当凤九熙来金福楼的时候，欧阳女将军正在1楼的柜台前结账。掌柜，结账，这些一共多少银子？女将军，请稍等。掌柜的不卑不亢的回答后，低头连忙算总账。欧阳女将军，一共215300两银票。什么？20多万银票？掌柜，你还不如去抢钱庄，怎么要这么多银子？欧阳女将军，金福楼明码标价，从来不会欺骗客人，信誉绝对保障的。你选的这些物品都是金福楼的上等货，每一件都不便宜。你这凤冠还是金福楼的镇店之宝，价值10万两。你要是嫌弃价格高，也可以看看金楼其他的款式，价格相对便宜一点。拿银两过来了吗？小姐，欧阳老将军给了10万两银票。10万啊，不够。欧阳女将军带的银票不够，可以打一个借据，后日把银票拿过来就行了。不过金福楼销售的物品一经销售概不退换，欧阳女将军要检查好啊。欧阳圆圆一咬牙点头答应了，还差10万两银票而已。他这次立了功，朝廷的赏赐这2日就下来了，他应该能补上这个缺口。欧阳圆圆仔仔细细地看了那些首饰，签了一份借据和一份确定收货的凭证，交易就完成了。这时掌柜眼尖的看到了凤九熙，赶紧抱出来一个收银箱。东家，今日进账还有刚刚的借据都在这里了，您清点一下。凤九熙点头，然后让如意把收款箱接过来。掌柜辛苦了，今日做了这么大一桩买卖，这一月所有金楼的小厮月前翻倍，掌柜翻3倍。小的谢谢东家，这是你们应得的，加油干吧。欧阳圆圆和其他客人都震惊地看着这一幕，所以这日进斗金的金福楼东家竟然是九王妃。欧阳圆圆指着凤九熙，一脸的愤怒，声音都在颤抖，也不假惺惺的叫什么王妃姐姐了，直呼凤九熙的名字。凤九熙，你坑骗我的银子，你这个女人怎么那么恶毒，不要脸，真是太不要脸了！坑骗你银子？欧阳女将军，此话怎讲？金福楼开门做生意，明码标价，任何一件物品都是实打实的真金白银打造的物品。金福楼开店10多年，从未出现过一次欺客的事件。为什么金福楼在圣王朝这般受欢迎？就是因为明码标价，服务态度好，宾客如归。你说本王妃坑骗你银子？本王妃怎么坑骗你银子了？欧阳女将军买首饰买凤冠都是货真价实的物品，本王妃有强行去抢你的银子吗？本王妃有逼迫你吗？这签器具的时候是本王妃拉着女将军的手让你签的吗？欧阳女将军可不要血口喷人，你购买物品的时候全程可都是笑眯眯的，付银子的时候也是很愉悦的，丝毫没有被强迫的样子。所以本王妃怎么坑骗你银子了？就因为本王妃是金福楼的东家。欧阳女将军非要这么认为的话，本王妃是不是可以理解成欧阳女将军对本王妃有意见，是这样吗？这时宾客全部注意到了这边，在旁边议论起来。九王妃说的对，金福楼哪怕是几文钱的步摇，都是明码标价，不欺客不议价，看得上就买，不买也没有关系。掌柜和小二一样笑眯眯的招待。对，上次我想要买一个珠钗送给我的女儿，没有选上中意的，掌柜的特意过来道歉，说的什么来着？我忘记了。我记得，掌柜的会说没让夫人挑选到心仪的物品是金福楼的错，下次出新品，夫人过来挑选上了，打8、9折。对，就是这句话。过了3日，我带女儿过来，让她自己选，真的打了8、9折。我又为自己添置了好几样。这金福楼就是好，怎么可能坑银子呢？这女将军莫不是在血口喷人？这些妇人的议论声虽然小，故意压低了声音，以为这2个人听不见呢。可习武的他们又怎么可能听不见？刹那间，欧阳圆圆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她对上凤九熙那双笑眯眯的眉眼，更是生气了，头也不回的离开了。哎呀，欧阳女将军怎么离开了？欧阳女将军大手笔呀！下次记得再来光顾本店生意啊！报本王妃名号，打5折哟！哎呀，欧阳女将军，要不本王妃请你用膳啊！你一个人就消费了店铺3个月的额度，不嫌弃吃顿便饭走啊！凤九熙越喊，欧阳圆圆的脸色就越沉，离开的脚步就越快了。
从金福楼走出来，欧阳圆圆的脸色阴沉的可怕，全身充满了杀气。哼，小姐，这九王妃也太过分了吧，竟然这般欺负小姐。九王爷要是知道您被他这般欺负，还不得休了他？小姐才是九王爷心里的那个人，九王妃算什么？听到这话，欧阳圆圆脸上的情绪才缓和了一点点。算了，不和他一般计较了。等我过了门，有他的好果子吃。今天也不算是没有收获，知道独孤哥哥没有把钟馗交给他，我心里还是甜滋滋的。独孤哥哥一定是想把长家的大权让我管，还是小姐大度？可是小姐，这样的人不是更应该被教训吗？要不然永远会得寸进尺。教训他呀，也不是不行。那今天就好好教训教训他。小桃，我去找个人。小姐，老爷让我跟着你。乖啦，你先回去，祖父不会责办你的。殷家小姐有大事要去办，先走了。话音落下，欧阳圆圆一个飞身就离开了。欧阳圆圆到了暗处，吹了一个口哨，把自己培养的死士叫了出来。主子，有什么吩咐？去，我要你们去杀了九王妃，在他回九王府的路上行刺。事成之后，本将军去除你们的奴籍，还你们自由。抢过来的钱财也归你们所有，拿去找一个地方隐姓埋名，娶妻生子吧。死士们脸上没有任何的情绪波动，可是内心却汹涌澎湃。去除奴籍呀，以后他们就不是奴隶了。这其中有几个死士之前是帮欧阳圆圆调查过九王妃，他们知道九王妃没有身手，所以要杀这么一个人，易如反掌啊！去吧，把你们身上的牌子都给本将军，就此别过。祝你们各位前程似锦。5名死士拜别了欧阳圆圆，转身离去了。安排好了这些，欧阳圆圆就在茶楼等着死士带回来的好消息。凤九溪从金福楼出来，天已经黑了。这个时候，凤九溪才带着丫鬟如意回别庄。一早，桑木就来别庄给凤九溪当车夫。当马车行驶到富人区人烟明显稀少的地方的时候，王妃有尾巴，我去解决了。不用，不出手就不用管，他们是冲本王妃来的，就当给本王妃练练手了。这时，一把匕首从天而降，插在了马车的车顶。王妃，马车里，凤九溪和如意2个人都没有任何一点的慌乱。这些人，真是天堂有路不走，地狱无门偏偏闯。不过是一些小卡拉米而已，桑木就别动了，让如意去，正好你指点指点他几招。好，王妃，我上吧。你是让奴婢上是吧？凤九溪点头以后，如意脚尖轻点，整个人离地。如意，下手狠一点。马车，本王妃的马车，这可是上好金丝楠木打造的马车。本王妃怎么就那么肉疼呢？让他们赔本王妃马车，钱财都得留下。是，王妃。就在这一来一回的对话间，将军府的那几个死士冲了上来。杀呀，一个不留！兄弟们，干完这一单，咱们就不干了。杀呀！明明是死士，你们要冒充杀手，一点都不诚实吗？我们又不是缺钱、缺心眼、缺教，缺的就是来送死的人。非得要人送你们上路，那就成全你们吧。如意，动手了。话音落下，两边的人动手了。桑木，咱们打个赌，我赌如意会输，咱们赌10两银子，行不行？桑木听到这话，下意识的双手朝自己的荷包捂了过去，一副防备的样子。王妃，小的也觉得如意姑娘会输，不会赢，所以不用赌了。那我赌如意会赢，也是10两银子，可以吗？王妃，小的也觉得如意姑娘会赢，所以就不赌了。你刚刚不是说觉得如意会输吗？怎么这会儿就觉得她能赢了？你在忽悠本王妃啊！王妃，小的只有10两银子了，其余的付了酒钱，咱们不赌了，平均分行不行？你5两，我5两。你看我像是打你10两银子主意的人吗？不是，是小的自愿孝敬王妃5两银子。一边去。好的。桑木直接往旁边挪动了3步，然后狠狠地松了一口气。看来桑火这个法子是正确的。当王妃想要赌博的时候，就用这个法子，她对赌博就没有兴趣了。王妃在乎的不是那点银子，只是在乎赌博的那个过程。好险好险，她的银子总算是保住了。就在这几个呼吸间，如意和2个死士打的是难舍难分，已经过了差不多上百招了。一起上，速战速决。凤九溪看向站了几步远的桑木，让你赌一局你又不赌，你看吧，这些人一起上，如意不就输了吗？桑木没有说话，也不敢接话，不知道他一开口，九王妃会不会又要拉着他再赌一局，到时候他怎么死的都不知道。这时敌位几个死士全部加入，1对多，如意渐渐就有了败势。凤九溪眉头微微的蹙了起来。如意攻击1号的下盘，对，就是这样，脚上的力度还不够，踢出去的力道重一点，回击小心后面。凤九溪指点了如意几次，他都没有学会，然后一着急就冲了上去。如意，
你退下来，本王妃来，你在旁边看清楚了。好，凤九溪一加入，局势马上就扭转了。他没打算要这几个人的性命，反正慢慢来，为的就是教如意招式而已。如意，看清楚了吗？这招应该这样，脚应该这么出去，手应该这样，就能直击对方的命脉。还有这一招，应该是这般发力的。如意和桑木在一旁学得专心。凤九溪对那些死士明明能够一招毙命的，他非得慢慢来。每一次碰到对方死穴的时候，马上就收手。他根本不知道和他对上的死士内心是崩溃。不打了可以吗？赐他们一死吧。如意，匕首丢过来。徒手的招式凤九溪教的差不多了，准备教他们用匕首。这匕首凤九溪可以用得出神入化。不多时候，那几个死士身上大大小小不知道几十道伤口，死士们是崩溃的。其中一个能力相当弱的死士，在凤九溪匕首再一次对上他的死穴，准备把匕首移开的时候，他自己主动凑了上去。别啊！兄弟们，我先走一步了，在路上我等着你们。然后又往匕首方向猛然推进了一点点，就断了气。不是兄弟，本王妃没准备杀你啊！你怎么这般想不开啊？真是的。其余的几个死士看到这一幕也是傻了眼，还能这样？好吧，他们也打算这样了。与其崩溃死，与其被玩死，他们还不如自己寻死。几个人不约而同朝着凤九溪快速的攻击了过来。凤九溪一慌，然后迎敌。这一次他没有朝死士挥过去匕首了，而是特意巧妙地避开了要害。可是不知道怎么的，这几个死士还会自己找死穴。凤九溪在心里狠狠地问候了这几个死士。他妈的，这是碰瓷儿啊！还能这样碰瓷儿？不要啊！他不要做杀人凶手，他不杀生的。一个、两个、三个，剩下最后两个死士的时候，凤九溪匕首咣当的一丢。就在这个时候，其中一个死士捡起了那匕首，往自己脖子上这一抹，凤九溪就被吓住了。桑木，匕首，把匕首抢回来！桑木一个飞身就提了那匕首，顺带着点了最后一个死士的穴道，让他动弹不得，不能自杀。哇，你们怎么回事啊？不是来杀本王妃的吗？可是本王妃怀疑本王妃和你们有仇，你们来碰瓷。本王妃没有杀人，真的没有杀人，是你们自己来送死的。他虽然是胎穿，但是拥有上辈子的记忆，在华夏民族杀人是犯法的。他可是一个好公民，怎么可能杀人呢？所以即使现在凤九溪是一个高手，却没有杀过一个人。此刻凤九溪整个人都是崩溃，怎么办？他快要哭了。这个时候凤九溪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独孤商从宫里出来的有些晚，这个时候才回来，听到了打斗声，独孤商一个飞身快速的朝这边而来。怎么样，受伤了吗？有没有哪里不舒服？你来干什么？咱们已经和离了，一别两宽，各自生欢。那和离书本王撕了，别想和离的事情。你一日是本王的王妃，一世都是本王的王妃。受伤了吗？他们碰瓷，想要讹我，想死自己找个地方跳下去，或者喝毒药吗？为什么要来碰瓷？我没有杀人，是他们。受伤了，你受伤了，哪里受伤了？来，我看看。独孤商赶紧检查凤九溪的全身，要亲眼确定小狐狸没有伤才行。一旁动弹不得的死士内心更加崩溃，他也想哭，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他们怎么就成碰瓷儿的了？怎么就是讹人呢？独孤商见凤九溪没有受伤，这才松了一口气，断断续续的从凤九溪的委屈声中还原了事情的真相，嘴角是一阵的抽搐。还能这样？所以这些人来刺杀小狐狸，不但没有刺杀成功，反而被小狐狸给搞崩溃了，选择了自杀。是他们错了，他们错了，本王给你报仇。你说祖父、爹娘还有大哥知道我杀了这么多人，会不会责备我？觉得我不是好孩子，是恶魔。特别是大哥凤九岳，他可是大理寺少卿，要是知道我杀人如麻，肯定会生我的气。怎么办？怎么办啊？你快给我想一个办法。独孤商难住了，办法？什么办法？人都死了，能有什么办法呀？又救不回来，死士而已，死了就死了。如意，报官，快点去报官！这里还有一个没死的，他能够证明本王妃没有杀人。死士内心是崩溃的，从来没见过九王爷和九王妃这种不讲武德的人，根本不按常理出牌。独孤商终于把凤九溪的情绪安抚好了，他窝在独孤商的怀里，吸了吸鼻子，有点不好意思了。完了，戏演过了，他们是要和离的人呢，怎么一演戏就忘了这个事儿呢？刹那间，凤九溪从独孤商怀里就退了出来。
你来干什么？都要和离了，我也请自重。独孤商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胸前，嘴角一阵的抽抽，一大片的印记让他胸前的衣袍闪了一大片。结果那个罪魁祸首还一脸的嫌弃，嚷着要和离。四目相对，凤九溪这个罪魁祸首眼底闪过一丝心虚。哎呀，怎么回事啊？独孤商，你怎么这么邋遢不爱干净啊？你看看你的衣袍，嗨，你应该庆幸咱们还没有和离成功，你还有王妃，要不然换成其他女人看到你这样子，绝对不会嫁给你。你就准备打光棍过购物节吧。谢谢王妃不抛弃之恩。不用谢，毕竟本王妃善良。咦，没眼看了，简直是没眼看。可是没办法呀，独孤商就喜欢凤九溪这个没心没肺的样子，仿佛世间上所有的烦恼事情都入不了他的眼，他只需要快快乐乐高高兴兴的就好。他被刺杀真的让独孤商心慌了。这时如意已经报官回来了，衙门一听是命案，出动了一队的官差。当他们看到横七竖八的几具尸体，一脸的严肃，他们甚至不敢想象九王妃要是出了什么事儿或者丧命了，这京城会乱成什么样子。半炷香的时间，独孤商陪着凤九溪去了一趟衙门录口供，凤九溪一个人在那口若悬河。对，他们就是来杀本王妃的。不对，本王妃觉得他们可能就是想要寻死，临死之前还要拉一个垫背和本王妃。本王妃不是杀人凶手，本王妃和他们无冤无仇，要他们性命干什么？这些人真是的，好死不如赖活着。生活有什么难处想不开吗？死都不怕，还怕活着吗？傻，真是傻子。知府大人亲自用毫笔给凤九溪录口供，可是写着写着他就不知道怎么写了。这有点离谱啊。知府大人看了一眼旁边沉默不语的九王爷，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写。罢了，九王妃怎么说，我们怎么写，还能怎么办？总不能自己编个事情经过吧？可是为什么这越听越离谱，越是觉得哪里不对劲儿呢？又用了半炷香的时间，知府大人才给凤九溪做好了笔供。这个时候，官差才把那个死士给押上来。这个时候的死士已经被喂了散功散，已经没有任何武力值，想要寻死，在这么多的高手面前，那是不可能的。这一刻，死士更加的崩溃了。他妈的，为什么要他受这样的折磨？早知道今天接任务的时候，他们就应该每个人都在牙缝里塞毒药的，只要一咬破就能自杀。可是一想到九王妃不过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就没有那么麻烦的往牙缝里塞毒药，哪知道翻车了，轻敌了。死士一上来，扑通的一声就崩溃的跪在了凤九溪面前。当他冲过去的时候，旁边的独孤商已经做好了解决这个杀手的准备。哪知道死士只是跪了下来。九王妃啊，奴求求您了，您赐奴一死吧。奴知道奴刺杀您是奴的不对，奴错了，奴只想死，求求您大发慈悲，成全奴吧。那个死士使劲的给凤九溪磕头，咚咚的发出了低沉的响声。凤九溪看到这一幕，条件反射的从椅子上站起来，拉了拉九王爷的衣袖。王爷，这人不会又想陷害本王妃吧？额上瘾了呀！死士听到这话也不敢磕头了。妈的，到底要怎样才能求死？没事，这么多人看着，不会出事的。太晚了，走吧，咱们回府用膳。这里的事情知府大人会处理好，就会通知咱们。好吧，只能这样了。独孤商牵着凤九溪的手就准备离开，走了几步，凤九溪是想到了什么一样，突然停住脚步，看向目送他们的知府大人。知府大人，一切拜托你了，麻烦你早点破案哦。本王妃在王府里等着你的好消息，要不然这莫名其妙的被人陷害是杀人凶手，本王妃会用不下膳，夜不能寐的。好的，王妃下官一定尽早破案。凤九溪这才跟着独孤商离开。九王爷和凤九溪一离开，所有人松了一口气。这传说中的九王爷真是太可怕了，即使什么都不做，只坐在那里都会给人一种压迫感。那死士见凤九溪走了，也是狠狠地松了一口气。他跪着来到了知府大人面前。大人，招小的什么都招，小的就是去刺杀九王妃的，小的罪该万死。请问大人，小的什么时候能死？能不能明日午时处斩呢？你很着急去死啊，别人都怕死，你却怪了，恨不得马上就死。是去下面排队吗？以为早死能混个好差事了？原本本知府还觉得九王妃的那些笔供有点问题，可看你现在这状态，九王妃所说的那些句句属实啊。
你们就是有预谋、有计划的想要去死，死的时候还要拉个垫背。对。死士一脸的死寂，眼底满是绝望。完了，完事儿了！这九王妃又带偏了一个。独孤商和凤九溪出了知府，凤九溪甩开了独孤商的手，走开，咱们不熟。你要办什么事情，吩咐桑木、桑火就行了。这段时间就让桑木跟着你吧。不用，王爷的人我怎么敢用啊？不用了。独孤商深深地看了一眼凤九溪，没有说话，但是心里已经下了决定，以后就让桑木跟着小狐狸了。这只小狐狸该不会是以为桑木跟在他身边是监视他的吧？只是他身边跟着一个他的人，独孤商放心一点。如果真的出了什么事情，桑木知道用什么办法能够最快的通知他，这样他就能及时的赶到他身边了。其实小狐狸身手高深莫测，独孤商比谁都清楚，可总是会下意识的把小狐狸想象成手无缚鸡之力需要保护的那个人。可是就怕今天这样的事情，生命没有受到威胁，弱小的心灵受伤了，需要安慰怎么办呢？独孤商把凤九溪强行带回了九王府。原本凤九溪不乐意，不过一想到晚上他要出去办事儿，这九王府离欧阳将军府近一点，也就没有挣扎了。用过膳以后，独孤商这才去了书房处理公务。这边独孤商一走，凤九溪就松了一口气，拿出了一套夜行衣给自己换上，偷偷摸摸的翻墙出了九王府。走了几步，凤九溪的脸色就黑了下来，七拐八拐躲了起来。桑木傻眼了，站在巷子里一脸的懵逼。跟丢了？怎么就跟丢了？人呢？九王妃一点都不按套路出牌啊！说好的以后我跟着他，怎么才出九王府就把我给甩了？他回去怎么向王爷交代呀？王爷会不会生气打断他的腿呀？就在桑木站在原地怀疑人生的时候，凤九溪从暗处走了出来，拍了拍桑木的肩膀。妈呀，有鬼！九王妃救命啊！听到桑木惊恐大叫的声音，凤九溪嘴角是一阵的抽抽。完了，桑木生病了，病得还不轻，一把匕首放在了桑木的脖子上，夹着嗓子压低了声音：要银子还是要命？识相的把银子交出来！大家饶命！大家饶命！小的要命！要命啊！银子给你！这一下凤九溪更无语了。独孤商不会是耍他吧？看他生活太无趣了，然后给他派了一个大傻子。这时桑木把银子拿了出来。大侠，这银子，小的银子都在这里了，你点一点。凤九溪接过桑木递过来的钱袋子，哪知道就在这个时候，桑木反击了。哟，还挺有心机的，知道反抗了。之后半炷香的功夫，凤九溪和桑木才从小巷子里出来。出来的时候，桑木的脸鼻青脸肿。哎呀妈呀，太狠了！九王妃草人比王爷还要狠呢。说好的不打脸，哪知道九王妃每一拳都往他脸上招呼，就因为那钱袋子里是一堆石头。银子呢？你不是说有10两银子，怎么变成石头了？最后凤九溪在桑木身上搜出了20两银子，又把桑木给打了一顿。凤九溪在前面走着，嘴角微微的上扬。他不是视钱如命的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可是现在桑木的身手，凤九溪看不上，又是自己人，不得指点几招吗？那就收点学费吧。所以桑木一开始想要探探凤九溪虚实武力值的时候，就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命苦啊，命苦！跟的主子一个比一个狠。凤九溪就这么地和一瘸一拐的桑木来到了衙门外面，看着猫着身子东张西望的九王妃。王妃，咱们来衙门干什么？不是刚刚从衙门离开没有多久吗？桑木的身子凑了过来，离得有点近。原本就有点紧张的凤九溪被吓了一跳，他直接一脚踢在了桑木的屁股上。救人！桑木摔了一个狗吃屎，发出了一声响。可是在接触到凤九溪要吃人的目光的时候，赶紧伸手捂住了嘴巴。王妃，我不说话了，不说话了。那你现在是在放屁。躺好了，别动，就在这里趴着等本王妃。等会儿我出来没看到你，你死定了，知道吗？凤九溪一脚踩在桑木的背上，一个飞身落到了衙门的院子里。桑木趴在那边撅着腚，硬是没有动一下身体，也没有起来，很是听话。以凤九溪的身手，想要进衙门的地牢很简单，所以当真以为他要放过那个要杀他的死士了？不可能的，暂时放过他是有目的。凤九溪进了地牢，呸，这味道还真
真难闻啊，比抠脚大汉的脚都要难闻。其实凤九溪心里清楚是谁要杀他，不就是欧阳圆圆吗？要不然他在京城横行霸道这么多年都没有任何生命危险，怎么下午的时候修理了欧阳圆圆就出事了？找到那个死士被关押的牢房，凤九溪劈开了上面的链子。走，赶紧走，主子让我来救你。说吧，你是谁？你不可能是来救我的人。你走不走？不走，一会儿官兵就过来了。不走，我一心求死。如果你真是主子派来的，麻烦回去告诉一声，奴愧对主子，没脸活下去。好吧，这一刻凤九溪失去了耐心，他就不装了。说的你现在能死一样，想死可没有那么容易。你是九王妃？被你猜出来了。本王妃原本想要放过你的，让你走，你又不走。你也看到了，之前你的兄弟本王妃都没有想要杀他们的意思，是他们自己寻死。本王妃想要阻止不住啊。你走吧，本王妃放你离开。毕竟本王妃信佛，我家王爷又吃素不杀生。死士内心更加崩溃，跪了下来。不，九王妃，奴不走，你杀了奴吧，求你了。哎呀，不行，我真不杀生。你是不是怕你出去之后被欧阳女将军赶尽杀绝啊？放心，他没有那么丧心病狂的。死士惊恐地盯着凤九溪，这时一把匕首丢在了死士的面前。想死自己动手吧，本王妃已经知道答案了，你们是欧阳女将军的人。那死士看到了匕首，是一脸的亢奋，根本没注意听凤九溪的话。凤九溪确实只是想要试探这个死士而已，看他们到底是不是欧阳女将军的人。从死士的反应，凤九溪已经知道了答案。那死士拿起匕首，没有任何犹豫地抹在了自己的脖子上。之后凤九溪提着死士的身体就出去了。当他回到原点的时候，桑木还是原来的姿势趴在那里。行了，起来。桑木这才起身，交给你一个任务，你把他的尸体还有之前那些死士的尸体送回欧阳将军府，给他们挂在大门口。欧阳女将军的人他自己收尸吧，本王妃可没有那么好心。这九王妃是不是对收尸有什么误解？把尸体挂在人家府门口，这是让人收尸吗？根本伺机报复吓唬人家吗？说的那么冠冕堂皇。桑木去办事了，凤九溪习惯性的就一个人飞身回了九王府。走到门口他才反应过来，妈呀，习惯害死人呢。这个时候他应该回别庄才对呀。等他要返回的时候已经晚了，就被值守巡逻的桑金给发现了，一时半会儿没有认出凤九溪来，二话不说就攻击了上去。大胆小贼，竟敢擅闯九王府，不想活了，拿命来！凤九溪无语到了极点，避不开只能迎战。他这一晚上揍了独孤商身边的好几个暗卫，独孤商不知道会不会生气呀？他也不想的呀，不想打九王爷的脸，可是他这些暗卫都很弱，并且不太聪明的样子。这时动静已经吵到了九王府的其他人，桑火带着人赶了过来，他远远的就看到九王爷独孤商站在书房的门口，看着在屋顶打斗的身影。桑火正准备提醒桑金，那是九王妃呀。桑金欠揍，那就好好让王揍他一顿。桑金和凤九溪过招，越打他越心惊。这个小贼身手竟然这么厉害，是来刺杀王爷王妃的吗？小贼，报上名来，爷不杀没有名讳的人。你姑奶奶，不，你小祖宗。这人的声音怎么那么熟悉啊？好像在哪里听过呀？难道是王爷身边的人，王爷的死对头？可就在桑金愣神儿的时候，凤九溪一脚踢在了他的腰间，把他从房顶上踢了下来。桑金在地上滚了几圈，才站稳了身子，刚好滚到桑火这边。大哥，上啊！你站着干什么？这孙子身手有点厉害呀，我一个人怕不是他的对手。桑火没有说话。这时桑木正好办事回来，看到这一幕傻眼了。他听到桑金的话，第一反应就是嘿嘿，有伴儿了，今晚上不能他一个人挨揍啊。三哥你继续吧，加油啊，我给你打气。三哥你可以的，一定可以干死那小贼。三哥冲啊！好吧，默默你自己看啊，看清楚我的一招一式，下次你跟着练，你的身手就会有长进了。好好好，三哥你是最棒的，加油加油加油，打败小贼这两个字桑木不敢说了，因为他接收到了九王爷冰冷的目光。桑木就这么看着凤九溪和桑金过招，太亢奋了。三哥加油加油加油啊！三哥你是最胖的，你会被揍胖的。一盏茶后，桑金也被揍了，他已经不想动手了，可是对方还是没完没了，像是打不死的小强。站在一旁的独孤商仿佛感觉到了小狐狸的倦意。好了，很晚了。
王妃，你该去睡觉了。这一下，对面的桑金石化了。今天很晚了，本王妃要回别庄了。改日你要是想挨揍，再找本王妃。先走了。话音落下，凤九溪一个飞身就想离开九王府，哪知道独孤商比他更快，一个飞身就抱住了小狐狸，落在了地上。独孤商闻到了凤九溪身上淡淡的血腥味，面色瞬间凝重了，心一紧，受伤了？哪里受伤了？我看看。说着，独孤商就要来检查。我们不熟，别对我动手动脚的。堂堂王爷，举止那么轻浮吗？乖，我看看你是不是受伤了。别看了，要亏水了。独孤商眉头更深了，不过看小狐狸的样子确实不像受伤，但是也不是他来鬼水的时间呢。凤九溪来鬼水的日子，独孤商记得清清楚楚。今晚别走了，太晚了，你一身血腥味儿，回去几个丫鬟得担心了。离国公府又近，明日你好早点过去。凤九溪审视的盯着独孤商，又改口：你是主院，我是书房，保证不乱闯，可好？行吧，看在你盛情邀约的份上，本王妃允了。第二日，他到国公府的时候，宾客已经去了一大半。凤九溪来到国公府后花园的时候，京城的一堆贵人围着一身盛装打扮的欧阳女将军李家嫡出大小姐李弯弯说道：所以圆圆姐，你才是九王爷的心上人吗？只是因为你在边疆就被人捷足先登了？哎呀，不是，我和九王爷的关系根本不是你们想的那样，只是比较好的朋友而已，只是走得比较近。他平时练兵的时候会指点我一样而已。这里是国公府，你们别瞎传，我们真的只是朋友而已。传到那位的耳朵里，怕是又要闹了。今天是国公府的喜庆日子，咱们还是谨言慎行吧。怕什么，圆圆姐？他都敢做敢截胡，不要脸的抢了你的心上人，还怕怎么说吗？有本事就不要做这么不要脸的事情。弯弯，咱们是姐妹，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为了我打抱不平。可是这样的话，你以后还是不要再说了，不然我真的会生气。哎，知道了，知道你善良，不愿意追究。你呀，就是太善良了，所以被人踩头上欺负。以后我不说就是了。哇，那位的身份今非昔比，在背后议论皇亲国戚，被传出去了，你知道什么后果吗？知道了，我以后不说了。圆圆姐，那今天王爷会来国公府吗？知道圆圆姐在这里，王爷应该会过来吧？我不确定，他一大早就被叫进宫了，不知道能不能来。虽然我不确定他来不来，但是只要有空得闲，他一定会来的吧。天哪，圆圆姐，王爷被宣进宫，你也知道，王爷派人告诉你的吗？这也太甜了，去哪里哪怕是被宣进宫也要告诉你一声。圆圆姐在王爷的心目中地位一定很重。这时凤九溪身边的好友工部侍郎的庶女梁月月小声的在凤九溪身边开口：这朵白莲花真是九王爷的白月光啊，那你怎么办呢？要和离吗？月月，你很希望我和离，没人要了，唉，真是让人心痛啊。你什么时候变那个塑料了？演，你继续演，要不是知道你的尿性，肯定被你骗。我俩多年的关系了，你还浪费那演技？你真是，我这人挺好处的，处不好你自己找原因。梁月月没理会凤九溪发癫，当两个人走过去的时候，都收敛了身上的气势。众贵女看到凤九溪，赶紧行礼：九王妃万福，九王妃万福。免礼，都起来吧，今儿是国公府的好日子，各位就不用拘礼了。之后小团体们就各自聊各自的。这个小亭子的地方，只有凤九溪九王妃的身份最为尊贵，所以他和梁月月他们几个合得来的人凑在了一起，聊八卦，聊美男，聊青楼花魁的技术，别提多开心了。这个时候围着欧阳圆圆的那些人心里就有点不舒服了。你们看看这个九王妃哪里上得了台面了？小家子气，明明知道圆圆姐要嫁到九王府去了，表面功夫都不做一下，招呼都不打的吗？现在他们几个还搞小团体，咱们几个大活人在这儿都看不到的吗？有些人不就是越是不得宠越是端架子？哼，他们几个人在一起有意思吗？一个不受宠，其余几个都是嫁不出去的老姑娘，听说可把家里人愁坏了。对，他们在一起不会是商量怎么对付女将军吧，来巩固九王妃的地位？毕竟女将军才是九王爷的心上人，等嫁进九王府不就是盛宠不断，哪里还有这位的什么事儿？圆圆姐，你可要防着点儿。不会吧，王妃姐姐没有你们说的那么坏，不会的，应该不会的，她不会害我，要不然王爷应该会生气的。王爷一生气，他在王府的日子就难过了。王妃姐姐没有这么傻。谁知道凤九溪什么心思啊？整个京城的贵女，谁不知道这位天不怕地不怕，防人之心不可无啊？欧阳圆圆假装还是一脸的不可置信，但是呢又有点怀疑，这才迟疑的开口：好吧，回头我留意着点。
谢谢你们了。我才从军营回来，还不怎么适应后宅这些事情，在军营哪里有这么多弯弯绕绕，幸好你们提醒我了。圆圆姐，你不知道的多了，指不定这个凤九溪要用那些肮脏的手段对付你。不过你是王爷的心尖宠，凤九溪对付你是没有好下场的。哎，我有点想看凤九溪被休，有没有？圆圆姐，九渊哥哥今天在府中吗？也不知道他在大理寺忙不忙。昨日哥哥就告诉我，大理寺公务繁忙，估计要晚点才能回府。放心，你们能够见到他的，到时候你们收起这副表情，我哥哥会不喜欢的。他喜欢有学识、端庄贤淑的女子。这话在不远处的梁月月和凤九溪都听到。哎，西西，凤九渊什么时候成为欧阳扁扁的哥哥了？他不是你哥哥吗？同父同母的哥哥，这欧阳圆圆算哪门子妹妹呀？情妹妹吗？对啊，那孽障什么时候多了一个妹妹？不会是我爹在外面的私生女吧？我希望我的闺蜜即使当尼姑，也别沉迷于男色、恋爱脑。你们看看她，成亲以后越发的智障了，这种话居然能说出来，唯独国公爷和他爹听到了，保证不打断他的腿。梁月月，你是不是3年不洗口啊？一张臭嘴！我要是被揍了，我就拉你还有那个孽障当垫背，咱们谁也别想好过。梁月月无语，相对于这边的欢乐气氛，那边的人各怀心思。圆圆姐姐，凤大公子是你的哥哥啊，你们关系这么好的吗？能不能待会儿用膳结束，帮忙引荐一下？是我哥哥，只是引荐的话怕是不可以。哥哥大理寺公务繁忙，用过膳怕是就要赶回去了。再说了，未出阁的女子私下见男子好像不太好，这事有点难办啊。对呀，你们让圆圆姐引荐就不怕被人笑话吗？一点都不符合规矩，让人笑话。用膳的时候就能看到了，哪里还需要特别引荐呢？让你们和九渊哥哥见一面也不是不可以，我可以把他约到茶厅，咱们隔着帘子和他说说话聊聊天不就可以了吗？我是女将军，马上就要嫁人了，对这方面倒是没什么忌讳，主要就是怕毁了你们的名声。哎，圆圆姐，你真是太好了，人美心善。欧阳女将军就是豪气，不像有些人。早知道欧阳女将军和九渊少卿认识，早就让你牵桥搭路了。这种事情也没什么好讲的，我和九渊哥哥的关系一直都挺好的，只是没有刻意讲出去罢了。再说了，我希望咱们做朋友，认识我肯定我，只是因为我是欧阳圆圆，我这个人可以结交，可以做你们的闺中密友，而不是因为附带其他的，带着目的的和你们交好。再说了，九渊哥哥的妻子只能有一位，我不能因此就诓骗你们啊！缘分这个东西天注定的，顺其自然就好。就像我和他一样，兜兜转转这么多年，还不是在一起了。我相信你们也能遇到自己的意中人，然后长长久久、和和美美的走下去，这样的一生才有意义。要不然守着一潭死水的婚姻多么的无趣啊！一辈子就这么过去了，让我过这样的日子啊，我还不如死了算了。反正我这人就是这样，就是这么想的。让我嫁给自己不喜欢的人，或者不喜欢自己的人，那我还不如不嫁呢。我就去边疆保卫家国，心中有山河，有大义，这一生也比嫁不合适的人好。欧阳圆圆说这话的时候，特意拔高了音量，有意无意的往凤九溪的身上看，那样子不就是意有所指吗？圆圆姐姐，真佩服你，有勇气追求自己喜欢的。对，幸好欧阳女将军没有放弃，所以现在苦尽甘来。有情人终究会终成眷属的。对，以后王爷一定会加倍对欧阳姐姐好，往后余生都是好日子了。我也想做欧阳女将军这样的人，为自己而勇敢。等会儿用完膳，我准备找九渊哥哥表白，一次不行就2次，直到他答应或者我放弃为止。好，我帮忙给你约九渊哥哥见面，就看你能不能成功了。听到这里，凤九溪有点听不下去了。这个年代怂恿人家女子给男子表白，这是安的什么心呢？凤九溪看不下去欧阳女将军那白莲花的样子了。去大理寺把大公子叫回来，替本王妃问一句，他是不是老和尚的木鱼，天生就是挨打的？欧阳圆圆什么时候成为他的妹妹了？情妹妹还是亲妹妹啊？情妹妹就把人娶回府，亲妹妹嘛就问他本王妃的爹是不是在外面乱搞男女关系，养了外室了？现在外室都到国公府来猖狂了。再顺便告诉凤九渊一句，这欧阳女将军脚踏2只船，一边做妹妹，一边想要抢本王妃的男人，真是老母牛不下崽，牛逼坏了。原话就这么告诉他。是小姐。如意快速的离开，去了大理寺。梁月月对着凤九溪比了一个大拇指。
牛掰呀！你就不怕你哥回来跟你打起来？你现在打得过你哥不？不，白痴才在这样的日子和凤九渊打架。回头我把他打赢了，要被祖父收拾。打赢打不赢都要罚跪祠堂。你们又不是不知道，国公爷最喜欢让人跪祠堂了，好像这么一跪，那些老祖宗就能活一样。我从小跪到大，就没有召唤出来一个祖先，要不然也能保佑我不被祖父打断腿了。本王妃要以暴制暴，放独孤商出来。凤九熙从旁边的小门出去，把暗处的桑木叫了出来。去，赶紧去把九王爷找来，你就告诉他，国公爷要打断本王妃的脚，他再不来，他的王妃就要残疾了。去吧。王妃，这样骗王爷恐怕不好吧？王爷知道了怎么办？本王妃怎么就骗王爷了？你这话说的就是欠揍了啊！你想想，如果你不去叫王爷过来，本王妃和凤九渊在这样的日子打起来了，国公爷会不会很生气？国公爷要是生气了，本王妃是不是就要遭殃？本王妃祖父就爱打断人的腿，所以王爷不来，本王妃的腿是不是就要被打断了？好像是这样。那属下去找王爷。桑木转身就准备出国公府去找独孤商来救九王妃，可是他又觉得刚刚九王妃的话有哪里不对劲儿，但是又说不出来哪里不对劲。走了没几步，这才想起来王爷一早就进宫了，他进不去宫门呢，怎么办？难道去宫门口等着？这么等下去，九王妃的腿不是要被打断了吗？到时候他就难辞其咎了。桑木脑子灵光一闪，他想起来他可以放信号弹呢。桑木从怀里掏出了一个青色的信号弹，丝毫没有犹豫，噌的一下点燃了就放上了天。这个时候独孤商正在御书房和皇上讨论边疆的治理问题，桑火突然走了进来，在九王爷头边耳语了几句。独孤商面色一沉，老九，是出什么事了吗？小狐狸出事了，应该是又在国公府惹事了，让臣弟去江湖救济。去吧去吧，这件事情不急。今日去国公府的大日子，按照你那九王妃惹事的程度，非得把国公爷惹毛了不可。你不去，那小狐狸怕是要挨罚喽。独孤商淡淡的嗯了一声，也不客气，行了一个礼，转身就急匆匆的离开了御书房。皇上看着独孤商离开的背影，眼底的情绪深邃。常公公察言观色的开口道：皇上，您不收回九王爷身上的虎符吗？不用，现在老九不足为惧，他没有那个心思。当老九有了弱点，他就惜命了，不会做什么出格的事情来。他娶的那位九王妃就是他的软肋，国公府上百口牵制着他，他不会做什么，最多是在以后皇子纷争中偏向太子一些。皇上圣明。九王爷纵马出皇宫的时候，正好遇到从大理寺出来的凤九渊。你不去国公府，把小混蛋看着点，还在宫里干什么？你们家的小混蛋都快把国公府给掀翻了。本王不想和和尚说话。然后拍了拍马屁股，一溜烟就出宫了。你也没好到哪里去，这么多年了，你还没有转正，啥也没落到一个好。你以为你比和尚好到哪里去啊？你就是丑活寡。哼，呸！小混蛋怎么就嫁给了独孤商这么一个碍眼的家伙？嘴巴毒舌的不行，不过他们两个好像也挺配的。想到这里，凤九渊心情好了一点，然后骑马追上了独孤商。不好意思，我已经上岗了，大哥准备好银子和贺礼吧，没准来年你就要做舅舅了。妹夫，你可是真可怜啊！没想到你狠起来连自己都骗啊，可悲可悲啊！独孤商没有说话，而是丢给凤九渊一个看傻笨的眼神。哎，你这是什么眼神啊？要我说呀，你还是面对现实吧，别骗自己了。你放心，当大舅子的是不会笑话你的。本王怕一个和尚笑话。你知道吃肉什么滋味吗？总之，和尚不知道。驾的一声，也不废话，赶紧往国公府赶。国公府，梁月月说话的时候故意很大声，就是为了让那边的白莲花听到。西西，你说什么？大公子半炷香内就会回府？这么快呀？应该快要回来了，半炷香绝对回来。那边的交谈声突然停了下来，都看向了凤九熙他们。李弯弯比较没有脑子，走过来了几步。哎呦，我猜是谁呢？原来是工部侍郎的老闺女啊！怎么的，也看上了九渊哥哥呀？我劝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毕竟你的年龄都已经18了，又是一个庶女，哪里配得上九渊哥哥？
月月配不上本王妃的哥哥，你就能配上了？想当本王妃的嫂子，你也照照镜子。本王妃记得你爹的官职也不大吧？有工部侍郎的官职大吗？凤九溪，你什么你？说话结巴，有顽疾的人更配不上本王妃的大哥，回头生一窝大舌头的崽子。李弯弯顿时被气红了眼眶，但是又不敢正面回击凤九溪，毕竟凤九溪是九王妃。哼，笑话。这个时候想起凤九溪是九王妃了，刚刚含沙射影指桑骂槐的时候，怎么没想起来身份悬殊啊？这个时候欧阳媛媛和其他贵女看到李弯弯哭了起来，一个两个看凤九溪的眼神都不怎么友好。王妃姐姐，我知道你看不惯我，不喜欢我，你有什么不满不高兴的可以冲我来，但是麻烦你别扬疾驰语，欺负那些不相干的人。王妃姐姐，要打要骂就冲我来，妹妹受着就是了，他们什么都不知道，是无辜的，和姐姐放过他们。凤九溪，你别太过分，你这般欺负欧阳女将军，你就不怕被九王爷知道找你算账吗？圆圆姐姐可是九王爷的心上人，你算什么？别仗着自己现在是九王妃，为非作歹，作天作地的，指不定什么时候你就不是九王妃了，就被休了。哦，你是想说本王妃仗势欺人呐？可本王妃目前没有这么做，如果不做点什么对不起这子虚乌有的罪名，要不就坐实了罪名吧。凤九溪走过去，一点一点的靠近李弯弯。凤九溪，你干什么？你不要过来！凤九溪，你是不是想打本姑娘？你敢？你就不怕九王爷和九元哥哥发火吗？他们会责备你的啊！你不是说本王妃马上就要被休了吗？等欧阳女将军嫁入九王府，本王妃就要被休了，所以得在被休之前做点什么才行啊，对吧？凤九溪扬起手，一巴掌朝着李弯弯扇了过去。弯弯妹妹小心！这一巴掌下来，全场一片的死寂，大家都蒙圈了。九王妃这一巴掌怎么就打在了欧阳女将军脸上了呢？弯弯，你没事吧？王妃姐姐要打你，你就不知道躲开吗？幸好我出手及时，要不然这一巴掌就打在你脸上了。李弯弯被感动了，瞬间红了眼眶。圆圆姐姐，我别哭，没事了，没事了，现在没事了。你看，又没有打在你的脸上，你又不疼，你哭什么？我都没有哭，你就别哭了。欧阳女将军，你这安慰人的本事真是无人能及呀！怎么越安慰越哭啊？凤九溪，你别太过分了！九王爷马上就要来到国公府了，他会给圆圆姐姐出气的。你等着，你好好等着。你打了圆圆姐姐，你也别想好过啊！本王妃什么时候打欧阳女将军了？刚刚本王妃要打的人可是李弯弯，她自己要往上凑，挨打了，本王妃有什么办法？一旁的人都以为凤九溪怕，等会儿王爷来了不高兴了，找他算账，这个九王妃的位置啊就保不住了。李弯弯见此得意了，以为凤九溪是真的怂了，眼底闪过一丝得意。九王妃，你该不会真的怕了吧？当真以为当九王妃天不怕地不怕呢？原来怕自己丢了这九王妃的位置啊！在圆圆姐面前，你是龙得盘着，是虎得卧着，你给圆圆姐提鞋都不配。哎，脑子是个好东西，哪知道打你从娘胎出来就没带这个东西。说你蠢吧，你说话又不带喘气儿；不蠢吧，看起来又是很蠢的样子。王妃姐姐，你别为难弯弯了，她都是为了妹妹好。王妃姐姐要是生气，就冲着妹妹来吧，要打要骂，妹妹都没有半句怨言。你当真以为自己是个什么东西？以为本王妃不敢打你？既然你脸上都已经有了巴掌印了，本王妃一点都不介意多赏你几个巴掌印。本王妃倒是要看看，等会儿九王爷和风九渊来了，能奈本王妃何？凤九溪一抬手，几个巴掌又朝着欧阳媛媛甩了过去。本王妃没有做过的事情，不接受冤枉。既然都要被冤枉了，那还不如做实了。欧阳媛媛被扇了几个巴掌，嘴角渗出了血丝，她没敢还手。在这样的场合，她不敢还手，免得落人口舌。通一声，欧阳媛媛忍着心里的怒气，跪在了凤九溪面前。王妃姐姐息怒，王妃姐姐息怒，是妹妹错了，妹妹不应该使王妃姐姐生气。这时，其他贵女们才反应过来，跟着欧阳媛媛也跪了下来。王妃娘娘息怒啊！凤九溪看到黑压压跪着的人，她现在终于体会到嫁给独孤商的好处了。起来吧，冤有头债有主，本王妃又不是不讲道理的人。这时，凤九溪接受到了李弯弯瞪过来的愤恨目光。哟，不服气啊？不服气也忍着。谁让本王妃是王妃，你只是大臣之女呢？别说你不可能嫁给本王妃的哥哥了，即使真的嫁过来了，成为了本王妃的嫂子，你见到本王妃也得行礼问安，知道吗？欧阳媛媛突然眼尖的看到不远处的凤九渊了，起身大步的朝着凤九渊走了过去。九渊哥哥，九渊哥哥，你别责怪王妃姐姐，是媛媛错了，是媛媛让王妃姐姐不开心了。
走过来的凤九渊一脸的蒙圈呢，完全没有搞清楚状况，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欧阳女将军，九王妃欺负你了？为什么这么多的女眷她不欺负其他人，就欺负你呢？欧阳圆圆就愣住了，不对呀，故事不应该是这么发展的，不是吗？难道不是应该愤怒的责备凤九熙不懂事吗？这样的场合，这样的大日子，竟然没有任何的分寸感，欺负宾客。可是为什么这同他预想的不一样呢？九渊哥哥，圆圆也不知道圆圆为什么就惹了王妃姐姐，是因为圆圆来了国公府来错了吗？圆圆也想知道原因。这一声一声的哥哥让凤九渊眉头蹙了起来，他只有小混蛋这么一个妹妹，什么时候多了一个妹妹了啊？就在凤九渊疑惑的时候，不，你没有来错。国公府今日宴请了文武百官，欧阳女将军可是女子中的翘楚。原本王妃还挺敬佩欧阳女将军能够上阵杀敌，简直就是巾帼不让须眉。可今日一见才知道，传言虚假呀！欧阳女将军，真是你本人在战场上立了战功吗？听到凤九熙这话，欧阳圆圆心咯噔一声。王妃姐姐，你可以讨厌妹妹，不喜欢妹妹，但是不能这般折辱妹妹。妹妹10岁就跟着祖父在边疆历练，一身的军功。王妃姐姐这些话是在质疑欧阳家对朝廷的忠诚吗？倒也不是，欧阳家世代忠烈，让人敬佩。只是欧阳女将军的言行举止有点让人大跌眼镜啊！欧阳圆圆正想说什么，又被凤九熙抢了一个先啊！知道了，本王妃知道了。欧阳女将军想说，战场上没有那么多讲究，也不讲究礼节。行，确实豪迈豪爽，本王妃敬佩。欧阳圆圆确实说不过凤九熙，转头看向凤九渊，九渊哥哥，你就这么看着王妃姐姐欺负圆圆吗？王妃姐姐就是欺负圆圆，无父无母，也没有哥哥，只是和祖父相依为命吗？欧阳女将军，请谨言慎行，你一口一个九渊哥哥，这不合适。你我并无私底下的交情，劳烦欧阳女将军唤在下一声九渊少卿，或者是凤大公子也行。在下没娶亲，欧阳女将军也未出阁，还是止乎于礼的好。九渊哥哥，你小混蛋什么都好，就是不会像这般的撒娇哭泣来阴的。欧阳女将军，你叫九王妃姐姐也不合适吧？国公府并未有比九王妃小的小姐，在下的爹娘也并未收过任何的干女儿。如果在下记得不错，欧阳女将军年方应该是比舍妹大的。纵然欧阳女将军比舍妹年纪小，君臣之别，何来姐妹称呼呢？在下这么一个哥哥，在九王妃的面前也得行礼。欧阳女将军，还是请谨言慎行吧，别让欧阳家满门的忠烈蒙羞啊！这个时候，不知道是谁突然来了一句：“九王爷来国公府了。”等等，独孤商这只老狐狸，他不是和他一起回国公府的吗？这货进了国公府的大门，就去岳父岳母那儿，还有国公爷那边刷存在感。所以这只腹黑的老狐狸一点都不在乎他妹妹的死活吗？传言九王妃不受宠，难道小妹真的不受宠？当初皇上下旨赐婚凤九熙和九王爷的时候，当天晚上凤九渊就瞒着所有人夜探了九王府，哪知道独孤商看到凤九渊，大哥。孤独商，你怎么回事？你这一声大哥，下官可受不起啊！舍妹是不会嫁给你当九王妃的，她不接受你有3妻4妾，也不接受你将来会有侧妃、有通房。她的婚姻观是一生一世一双人，弱水3千，只取1瓢。你们不合适。独孤商一张冷漠的脸，抬头看向凤九渊，脸上是从未有过的认真。巧了，本王也是这么想的。娶到希儿，3生有幸，同她一生相濡以沫，老了儿孙绕膝，就是本王的追求。本王要娶她，只有她。那一晚，凤九渊没有回国公府，而是和独孤商两人谈天说地，有了革命的友谊。就这么一顿酒，凤九渊就把这妹妹给卖了。所以，关于独孤商对小狐狸的深情，对他那个心思，凤九渊没有透露半句话。李婉婉走过去，凤大公子，不管怎么样，这也不是九王妃打人的理由。圆圆姐姐的脸都被他打肿了。九王妃确实高高在上，但是不是忘了，现在圣王朝的太平盛世是因为有欧阳家的忠烈，咱们不应该对欧阳家唯一的后人宽待一点吗？九王爷要是知道了王妃打了欧阳姐姐，指不定多生气呢。本王妃要打的人不是你吗？你的欧阳姐姐那是冲过来替你挨的巴掌，你应该感谢你的圆圆姐姐，让你少受了皮肉之苦。至于后面那几巴掌，本王妃可不接受什么子虚乌有的罪名，都被定罪了，自然要把这罪名落实了。至于九
王爷知道本王妃打了他的意中人，会不会生气？把九王爷叫过来不就行了吗？去前院把九王爷叫过来，就说本王妃欺负了他的意中人，让他来后院为他的意中人撑腰。谁也没想到凤九熙竟然让丫鬟把九王爷叫来了后花园，这是什么骚操作呀？九王妃已经胆大到这种地步了吗？还是有恃无恐？明知道欧阳女将军是九王爷的心尖宠，这个时候把九王爷叫过来，他知道是什么后果吗？欧阳媛媛此刻是一脸的铁青，有点心慌了。他和九王爷其实他们两个人没有互生情愫，只是他一个人的单恋而已。怕独孤商过来拆穿他的谎言，怕被人唾弃，被人看不起，丢了欧阳家的脸面。九王爷回京有几日了，他日日进宫，皇上不可能没有提过赐婚这事儿，九王爷没有反对，皇上也没有说什么，这不就是默认了吗？所以想到这里，欧阳媛媛就想通了，九王爷马上就要来后花园了，这对于他来说根本就不是一件坏事啊，或许还是一件好事儿，毕竟九王爷已经默认了他成他的平妻了。王妃姐姐，妹妹真的没有想到你会这般不待见妹妹。妹妹和九王爷之间情真意切，原本妹妹想着王妃姐姐在九王府也不容易，新婚夜就成了下堂妇，所以格外的让着姐姐。只是不想日后妹妹进门以后，王妃姐姐的日子更难过。现在妹妹一再的退让，得不到王妃姐姐的理解就算了，王妃姐姐还这般对妹妹，妹妹真是伤心。既然如此，妹妹也不想再顾及王妃姐姐了。走到现在，只能怪姐姐咎由自取。王妃姐姐日后一定会悔恨的。对，凤九熙，你以为自己多了不起，整天顶着九王妃的头衔招摇过市，可实际上你就是不受宠。该不会到现在九王爷还没有脱你圆房吧？你可真可悲，你的存在简直就是国公府的笑话，是国公府的耻辱。凤九熙怒了，他这人有一个习惯，那就是嘴炮可以，但是不能祸及家人呢。如意，掌他嘴！本王妃和王爷的闺房之事，岂容一个外人议论？是王妃，你敢？凤九熙，你当真无所顾忌，不在乎国公府的名声吗？如意揪着李弯弯的衣领，上去就是一个大嘴巴子，啪啪啪的继续来。欧阳媛媛大喝一声：王妃姐姐，你干什么？有气就对着妹妹发，你伤害无辜的人干什么？王妃姐姐，你住手！再不住手，妹妹就对你不客气了，让你住手！狗叫什么？先说好，不管伤了死了都是个人行为，只是切磋，不殃及其他人，你同意吗？可以，那今日妹妹就好好和姐姐切磋切磋。欧阳媛媛出手一点都不客气，一出手就是全力。此刻他快要气疯了，心里的怒气不知道怎么发泄，那就拿凤九熙开刀吧。前院的茶厅聊得很热闹，这时突然有一个小厮匆匆忙忙跑进来。国公爷，国公爷，不好了，不好了！欧阳女将军和九王妃在后花园打起来了。嗖的一下，独孤商从主位上站了起来，大步的往后花园走。打起来了，小狐狸有没有受伤啊？欧阳媛媛的身手，独孤商心知肚明。虽然他也清楚小狐狸不是不会武，关心则乱。这一刻的独孤商甚至忘记了他手底下的暗卫桑木和桑金都不是凤九熙的对手。九王爷对自家的小狐狸不知道有多大的滤镜，才会认为小狐狸会受伤，手无缚鸡之力。欧阳老将军看到这一幕，一个飞身上去：媛媛，你住手！你这成何体统，气死老夫了，真是气死老夫了！祖父，你放开，你是孙女，一定要好好教训凤九熙。胡闹！你是想气死本将军吗？妈的，小王八蛋又惹祸了！不用看，一定就是这个小王八蛋惹祸了。下来，你给老夫下来，快点！看到国公爷，凤九熙眼底闪过一丝心虚，却又不得不下来。他来到国公爷的身边，脚一软就跪了下去。祖父，祖父，你要为希儿做主啊！这欧阳女将军欺负希儿，都欺负到国公府来了，让希儿让出九王妃的位置。希儿才是名正言顺的九王妃，九王爷要是想要纳妾娶妻，希儿不反对，敲锣打鼓迎进门就是了。可是这欧阳女将军太过分了，他说要让希儿主动让位，他说他和九王爷两情相悦，早已经暗许终身，他眼底容不下希儿这个正妃，让希儿自己主动提出和离，给希儿和国公府留一个体面。祖父，你要为希儿做主啊！放屁！凤九熙，你就是放屁！本将军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了？谁听到了？你说了，你刚刚用鞭子追着本王妃打的时候你就说了，你别不承认。你什么你？堂堂女将军，敢说不敢认，算什么巾帼英雄？凤九熙，你简直是在放屁，血口喷人！你有本事就和本将军痛痛快快的打一场，背后隐忍算什么本事？将军要和你比一场，真真正正的比一场。要是你赢了，本将军愿赌服输，从此见到你的面躲着走；要是你输了，磕头道歉，风风光光的本酒席迎娶本将军进门，如何？可以。
以，你的挑战本王妃接受了。不过至于你能不能进九王府的门，那可不是本王妃能够决定得了的事情，你得问问九王爷。这下所有人的目光全部落在了独孤商的身上，九王爷的态度才是重中之重啊。不过传言欧阳女将军是九王爷的意中人，年少的梦应该会娶她进九王府的吧。王爷，您可算来了！王爷，您圆圆姐姐都被欺负成什么样子了？您可要为圆圆姐做主啊！王爷，圆圆真的没有说那些话。我一开始是想要好好和王妃姐姐相处的，可是圆圆也不知道怎么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圆圆，说着说着，欧阳圆圆就低下了头，整个人是泣不成声。那还是那个战场上勇猛杀敌的欧阳女将军吗？所有的目光都聚集在这里，就连皇后娘娘一行人走过来都没有发现。皇后娘娘也想要看看九王爷的太国公府的嫡长孙女，嫁进九王府已经2年了，手工纱竟然还在，这传出去不就是一个笑话吗？只有知道真相的凤九渊那叫一个鄙视。处不好就不要处了，没有人非要让你们好好相处。什么意思？九王爷要当场休妻吗？欧阳圆圆心想，他成功了，终于成功了吗？九王爷要为了他休了凤九溪这个九王妃。王爷，这样怕不好吧？圆圆才进门，你就要休了九王妃，别人怎么想王爷？宠妾灭妻吗？王爷三思，为了王爷的声誉和威望，圆圆愿意试着和王妃姐姐和平共处。王爷还是不要休妻了吧？梁月月有点听不下去了。欧阳女将军真是咱们圣王朝女人中的典范呐！夫子教书的时候，你耳朵打蚊子去了吧？杨月月怎么哪里都有你的事情？凤九溪这般羞辱圆圆姐姐，欺负她，现在王爷为了圆圆姐姐要休妻，怎么了？有错吗？还是圆圆姐姐大度，不像有些人小家子气，难登大雅之堂。善妒的女人是做不了掌家主母的，一点容人的度量都没有。你有容人的度量，那就祝你以后嫁人，夫君3妻4妾，万事一堆，青楼再养几个女子，一起共享天伦之乐。王爷，王妃姐姐今日也是太生气了，所以才没有控制好情绪。可是虽不至死啊，圆圆求王爷不要休了王妃姐姐。一旁的凤九溪真的被逗乐，欧阳圆圆和李弯弯是来搞笑的吧？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两个人唱双簧，也不怕被人笑话他俩脑残。你还有脸笑？你看看你整的是些什么事？你给老夫去祠堂跪着！祖父，九王爷都要休希儿了，还不让希儿问清楚明白啊？您不能这么霸道吧？凤九溪看向独孤商，四目相对。王爷，你要休妻啊？这一刻，皇后娘娘和宋氏都恨不得上去呼死凤九溪，作天作地就算了，怎么这个时候还这般不知分寸和礼数啊？本王要休妻？本王什么时候要休妻了？妾身怎么知道你怎么要休妻了？王爷问问欧阳女将军，或许她知道。欧阳女将军，本王什么时候说要休妻了？欧阳圆圆无语，这话欧阳圆圆没法接，面若死灰。站在一旁的欧阳老将军也不说话，静静地看着。这门亲事他本来就不同意，可是圆圆要一意孤行啊，他这个孙女的心性也该是磨一磨了。不撞南墙不回头，撞了南墙也不死心。欧阳圆圆不说话，并不代表独孤商就这么放过他了。欧阳女将军，本王没有说过要休妻，今天没有，以后都不会有，还望欧阳女将军谨言慎行。至于什么平妻不平妻的事情，本王早已经回了皇上和老将军，本王此生只娶一妻，那就是凤九溪，没有侧妃，更不会有平妻。至于这佛珠，也并非欧阳女将军口中那般，是本王与欧阳女将军的定情信物。本王洁身自好，与女将军只乎于理，私底下并未有任何交集。本王信佛，那是因为九王妃体弱多病，本王带她去黄觉寺，虔诚的在佛前许愿，愿九王妃平安喜乐。本王信佛，吃素3年。不是这样的，独孤哥哥，不是这样的。如果真的像你说的那样，为什么不同九王妃圆房新婚夜，让她成为笑柄？九王妃笑柄？本王才是新婚夜被踢下榻的人，她怎么就成了下堂妇了？妈的，陷害独孤商这个老狐狸，这是在陷害他呀！这件事倒是解决了，他的腿可能就断了。果然，这个时候的国公府的每一个人脸色都沉了几分。王爷，你怎么那么风趣呢？同大家开一个这么大的玩笑，各位别误会，真的别误会了。我家王爷其实是心疼本王妃，心疼本王妃刚刚及笄，来年就要当娘亲了。王爷说本王妃太小，她身体承受不住，那些年纪小的女子生灵儿的时候九死一生，王爷心疼本王妃而已。
本王疼惜九王妃，不愿伤害她半分，哪曾想竟然弄出这么大一个误会。早知如此，本王必定新婚夜就成亲之事。这才是真爱呀，绝对的真爱！堂堂九王爷权倾天下，能为一个女子做到这般，不是真爱是什么？不可能，不可能！九王爷的意中人不是圆圆姐姐吗？怎么变成凤九熙了？本王的心上人一直都是九王妃，并未变过，许她便是本王年少的梦想，从不曾改变，眼里心里都是她，怎能容得下其他的女人？不是这样的，我不接受，我不接受！凤九熙，你我堂堂正正的比一场，女将军不将计，在武术之上还能输于你，你敢不敢应战？敢啊！怎么不敢？谁不敢谁是孙子。所以你做好受死的准备了吗？哼，谁说谁赢还不一定呢。本女将军要是输了，我甘愿一辈子镇守圣王朝边疆，永不回朝。九王妃要是输了，那就跪下道歉。切齿的羞辱，本将军必定复还。凤九熙没有任何意见，要战就战，不服就干呢。他什么时候怕过？哪知道正当他准备应战的时候，你起来试试，起来老夫就打断你的腿。这小老头咋回事啊？胳膊肘往外拐啊！人家都挑衅到鼻梁上来了，还不应战吗？不能那么憋屈啊！就当凤九熙准备反抗的时候，国公爷笑眯眯地看向欧阳老将军。欧阳老将军，见笑了，见笑了，孙女儿让你见笑了。一样，老夫没想到你这个老东西能教出这样的孙女来，不错。老夫自小养在身边教导的小丫头，自然是不错的。不错是不错，不过听说这身子骨弱了点，没有老夫家的圆圆皮实，她自幼习武，这身体就是好。当年老夫就让你把孩子送到边境去历练，你非得散养，现在看出差距来了吧？欧阳老儿，你再说一遍，谁差了？谁比你家的孙女差？希儿吗？呸！老夫家的希儿哪里差了？哼，老夫看她哪里都比你家孙女好。别以为丢了边境几年就镀金回来了，老夫家丫头没去边境吃苦，照样报答你家孙女。什么？你说谁报答谁？你还要不要脸？这当年你家的凤家军要不是占了先机，能赢？呸！输了就输了，多大一把年纪了还狡辩？照老夫讲，你家孙女就是没有我家西西强。希儿，走，咱们去沙场比试，让欧阳老儿知道凤家军才是最厉害的，凤家的拳法，凤家武功天下第一。走就走，怕你呀？圆圆，一会儿出手不用手下留情，往死里打，把咱们杨家军的军威拿出来。原本这俩老头是来劝架的，可是不知道怎么讲着讲着，两个人倒是怼起来了。看着那俩老头吵着去了沙场，原来本王妃和欧阳圆圆不对付是遗传啊，天生的。众人无语，原本是来贺寿的，也不知道怎么就演变成了比武大赛。别输了，知道吗？你要是输了，老子打断你的腿，知道吗？祖父，我知道要赢，但是也不带这么威胁的吧？哎，祖父，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大哥认了欧阳圆圆做妹妹，所以你也是欧阳圆圆的祖父。不对，外祖父。丢下这么一个深水炸弹，凤九熙脚尖一点，上了梅花桩。欧阳女将军，这一次本王妃可不会放水了哟，你别轻敌，全力以赴。本王妃怕你输得太难看，欧阳老将军身体受不住。凤九熙，你就一张嘴厉害，今日本女将军受的屈辱，此刻都要100倍讨回，你就等着受死吧。话音落下，欧阳圆圆一鞭子毫不留情的就朝着凤九熙甩了过来。这一次凤九熙也没有像先前那般故意的闪躲狼狈逃离，而是直接正面迎战，眨眼间两个人就过了上10招。凤九熙真的拿出了实力的那一刻，欧阳圆圆有点愣神了，他感觉到了来自强者的压迫。就在这么一愣神之间，凤九熙手里的红绸鞭甩了过去，欧阳圆圆来不及闪躲。凤九熙，你受死吧！哟，这就气急败坏了呀，他还只是用了4成的力呢。
欧阳女将军要开席了，本王妃要去用膳，那就委屈你说一下子了。王王，本将军一定不会说的，绝对不会说。凤九溪，你受死！行了，别垂死挣扎了，本王妃要开始攻击了。就在这时，凤九溪手上的那条红绸像是长了眼睛一样，化身成为了一条巨龙，威严无比。不过几个呼吸，凤九溪一人立在梅花桩上。欧阳圆圆，你输了。欧阳圆圆一脸震惊地站在那，久久没有动弹，仿佛还是不能接受这个结果。可是那些交织在一起的疼痛都提醒着他输了。我输了。凤九溪，之前的话，本女将军说话算话。5年不再回京城，5年后，本将军能不能再找你比我？可以，不过不管是5年、10年，结果都不会改变。你要是不介意，再输给本王妃一次，你随意来挑战。今日来国公府的人还有一些武官，就连那个年轻的武状元也在其中。看到凤九溪和欧阳圆圆过招，早就已经跃跃欲试了。九王妃，下官能不能对你发起挑战？这位，其实本王妃的哥哥九渊少卿更厉害，本王妃一直都是他的手下败将。咱们节约时间，你们也可以挑战一下九渊少卿，毕竟本王妃也被他打得还不起手。凤九渊无语，他妈的，他就是个看戏的好吧？怎么又成背锅的了？随即独孤商补刀：桑火，风大公子身手了得，你可以去讨教几招。是。凤九渊心里在恨恨地问候独孤商：他妈的，这两夫妻，九王妃挖坑，九王爷埋土，专治渣渣250。凤大公子，请。凤九渊无语啊，他能不去吗？奈何这么多人看着，他不能不去。凤九溪朝着独孤商看过去：大宝贝儿，你真棒，回头给你加餐。凤九溪一个飞身落下了梅花桩。大哥，看好你哦，加油加油！凤大公子请。凤九渊很是不情愿，却还是上了梅花桩，同桑火打了起来。祖父653级，我去如个测啊！10万虎级，仙儿去就来。不等国公爷反应，凤九溪赶紧朝后花园如厕的方向跑去。如意见此也跟了过来。凤九溪轻车熟路的来到了国公府比较偏僻的地方，带着如意就准备翻墙跑路。如意，你看着点，本王妃先跳过去，之后你跟过来。小姐，咱们不等王爷一起回府吗？哎呀，等不了了，再等本王妃的腿要被打断了。凤九溪一个飞身准备跳墙出去，哪知道这个时候一张大网从天而降。国公爷，网住了呀！小姐她果然要逃。国公爷，网住了，小姐果然要逃。好啊，你个小王八蛋，果然是想跑。哼，幸好老夫了解你，跑啊，我让你跑，你现在跑一个试试。凤九溪对天翻了一个白眼。他能说什么？怪他大意了，轻敌了呗。待在渔网里动弹不得的凤九溪是一脸的生无可恋，但是心里也有疑惑呀。国公爷怎么知道他要往这个地方逃跑呢？祖父，你让他们松开，我不跑了，不跑了还不行吗？我乖乖听你话。你的话有半分可信度吗？别白费力气了，嘴巴张开。我不要吃3锅丸。老爷子，你就不怕你孙女武功没了？要是遇到坏人，还会还手之力吗？你要是失去了我这个乖巧懂事、如花似玉的孙女，该怎么办？啊呸！在国公府，你能出什么事情？有你爹、你大伯、你大哥，还有九王爷在，能出什么事？你就说，你能出什么事？凤九溪不说话，确实出不了什么事儿，那就是他不能逃跑了呗，还能咋的？张嘴巴吃下去呗，不能浪费太医的一片心意。幸好当初老夫有先见之明，知道你们这些一个两个的不服管教，特意找他讨这些3公丸，没想到这玩意儿真有用。有用，确实有用，他能说没用吗？他和凤九渊这个孽障就吃了这个3公丸的苦，每次闯祸都逃不掉，吃挣扎也没用。凤九溪这才愤恨地吃了下去。咋整啊？抵死反抗吗？气死老爷子吗？现在他只能寄希望于独孤商了。还是九渊有想法，你往哪里翻墙逃出去他都知道。凤九溪是气到不行，凤九渊好样的，他和凤九渊势不两立。嘿，祖父，我3公丸吃下去了，这渔网可以拿开了吧？用渔网困住你家乖巧的孙女，这也太难看了，要是被其他人看到了，我还要不要脸了？好歹我还是九王妃嘛。祖父，你没脸，你是美人鱼。凤九溪不想说话了，快要自闭了。就这么样，他被送到了祠堂罚跪。他走了几步，转头看了一眼如意，去找九王爷救我。祖父，您速度点啊，快点把我的伴送过来。半炷香没有见到大哥了，甚是想念。管好你自己，好好在这儿给老夫反省。好嘞，遵命。祖父，你一路走好。等他把宾客送走了，再来好好收拾收拾他。
这边，宋香轩被凤九溪扇了几个耳光后，就出了国公府。宋香轩跑出国公府，就去茶楼找右相夫人了。你的脸怎么回事？你好歹是右相府的儿媳，谁敢打你？伯母，没有谁打儿媳，是儿媳自己不小心撞的。你当本相夫人是3岁小儿，虽然你相公是庶出，但是好歹是丞相府的2公子，是怎样的权势让你被打了还不敢开口？是不是国公府的人？是轩儿也不知道做错了什么，那九王妃冲上来就打轩儿真的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难道就因为轩儿嫁到了右相府，所以表妹就看不惯轩儿，要打右相府的脸吗？伯母，你一定要为轩儿做主。岂有此理！咱们府能去国公府祝贺，算是给面子了。没想到国公府借题发挥，不把右相府当回事。本夫人倒是要去问问国公府的人，是不是门缝里看人，把人看扁了。伯母，还是不要了吧，别因为轩儿伤了和国公府的和气。本来国公府就看不起宋家，从来不和宋家来往，咱们这一去，他们怕是要拿轩儿的出身说事。本夫人管你之前是什么出身，你现在嫁到了右相府，就是右相府的人，打狗还得看主人。这事儿国公府必须给本夫人一个交代。去把相爷叫来国公府，就说本夫人在国公府被人欺负了，让他速来。交代完侍女，右相夫人带着其余的侍女和宋香轩就朝着国公府去了。跪在祠堂的凤九溪确定国公爷走远了，凤九溪这才把一直藏在嘴里的散宫丸吐了出来。这时一个不合时宜的声音响了起来，肚子饿了。老爷子也真是让人罚跪，又不让人吃饱肚子，这叫啥？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凤九溪朝着灵位走了过去，拿起供奉在灵位前的苹果就开始吃。曾祖奶奶、曾祖爷爷们，你们好啊，又见面了。你们那个不孝子孙，也就是仙儿爷爷又欺负我了，不让我吃饭。曾孙女没有办法，只能吃你们的食物了。还是你们最疼我。曾祖奶奶，你们是不是也想念凤九渊了？那混蛋竟然认仙儿的情敌当妹妹，简直不可原谅。那人可是来抢他妹夫的。好在希儿美的人见人爱，花见花开，你们那曾孙姑爷被迷得不要不要的，非我不可。不过这一次凤九渊那孽障太过分了，你们记得无聊的时候多去找找他，教训他啊。这时带着食物来的独孤商正好听到这些话，脸色没有什么变化，但是跟在他身后的桑木桑虎嘴角却是一阵的抽抽。凤九溪突然听到了脚步声，瞬间是跪得笔直。列祖，希儿错了，希儿以后再也不惹祖父生气了，你们保佑祖父长命百岁。没动静了，怎么就一点动静都没有了呢？转过来头的时候，面前立了一个人。妈呀，有鬼！妈咪呀，曾祖父，你们活了，被希儿跪活了！你们救救我，祖父要打断我的腿！听到这熟悉的声音，凤九溪这才抬起头来。王爷怎么来了？这是来秋后算账。他快速起身。我家亲爱的大宝贝，你来带我回府吗？你是天上的神仙吗？来救我于水火，爱你，啾啾。独孤商嘴角轻轻上扬了一个弧度。给你吃的，赶紧吃，一会儿祖父要过来了。啊，宝宝，你不救我出去吗？不替你貌美如花的王妃求情吗？求了没用，祖父让你隐藏实力，你偏偏喜欢张扬。这一次他是真生气了，所以你好好受罚，争取改过自新。大猪蹄子，你就这么对你家亲亲王妃？你就这么把我抛弃了？就在这时，门外响起了一阵脚步声，国公爷带着凤九渊进了祠堂，见凤九溪一个人跪在那里，跪得好好的。哟，臣知道改过自新了。国公爷把凤九渊一丢，跪下！你们这兄妹俩没一个省心的。徐伯，那经书拿过来，他俩明早抄不完，加罚1倍。此时齐伯领着2个小厮进来了，看到这些经书，凤九溪的脸瞬间拉长了。妈呀，这次不只是罚跪，还加了戏码。国公爷没时间陪他们耗，丢下那些经书和纸张，转身离开。
刚刚走，凤九熙就冲过去打凤九渊。孽障，你坑我！你竟然让祖父用渔网抓我！你找死！哎，小王八蛋，我什么时候认欧阳圆圆当妹妹了啊？你个没良心的货，老子今天非得收拾你不可！两个人就这么扭打在了一起。凤九熙这时冲着暗处道：王爷，你就看着凤九渊欺负你家宝贝王妃，你再不来帮忙，1年都不让你进我房门！我操，凤九熙，你耍赖！半炷香后，故事落幕了。祠堂里出现了特别诡异的一幕：凤九熙坐在一旁啃鸡腿，独孤商和凤九渊两个大男人坐在案几上抄经文。王爷，相公，你字迹别写那么好，歪歪扭扭一点，就好像蚯蚓在爬，要不然祖父不相信是我写的。记住，写丑一点。独孤商没有说话，但是下笔的时候字迹确实是越来越丑。你就不怕我去告状啊？看什么看？你没看过美女啊？你有本事就娶个娘子回来帮你抄经文啊！别嫉妒，别羡慕，羡慕不来。喂，眼睛瞪出来也没用，你没娘子。又过了一炷香的时间，他突然就惊醒了，怎么又来人了？他赶紧起身，坐在独孤商刚刚的位置上，装腔作势的抄经文。凤九渊想要揭穿他，但是想到暗处的人，咬了咬牙：小姐，国公爷让您去偏厅。七伯，怎么了？我这不是已经在受罚了吗？祖父还要叫我过去挨一顿打呀？不是，是表小姐带着右丞相的人过来讨公道了。宋香轩还敢来找事，真是一点都不聪明。凤九熙和凤九渊对视了一眼，跟着齐伯去了偏厅。偏厅里，宋香轩局促地站在右相夫人的身后。轩儿，你来告诉国公爷怎么回事。国公府的人要是真的欺人太甚，娘亲为你做主。外祖，在后花园，希儿妹妹打了李小姐，又打了欧阳女将军，我就上去劝希儿妹妹几句，让她以大局为重，别丢了国公府的脸。希儿妹妹一怒之下就打了我。本国公的孙女什么性子，本国公自己清楚，她会无缘无故的打你。哼，你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你怎么不原原本本的说出来？国公爷，我没有，雪儿真的没做什么，希儿妹妹她就宋香轩说着说着就开始猛掉眼泪，那样子看上去毫不委屈。国公爷这气势都吓到孩子不敢说实话了。来的路上，本夫人就问清楚了，就是国公府的人不分青红皂白打了雪儿，这事儿你们国公府必须要给咱们丞相府一个交代。这时凤九熙一脚踏进了偏殿。右相夫人是不是找错府了？人是本王妃打的，关国公府什么事？要交代也应该去九王府要交代。夫人年纪不大，不会就患有老年痴傻症了吧？本王妃一人做事一人当，打了宋香轩又怎么样？本王妃还说过，见他一次打一次。凤九熙走过去，甩手又是干净利落的2巴掌。打他又怎么样？当你们相府人的面，本王妃还打他。好啊，你们国公府的人简直是欺人太甚，当着相爷和本相夫人的面也敢打相府的人，你们真是无法无天了。国公爷，你们国公府就这么纵容人的吗？这事国公爷不管，不打算给本相一个交代。相爷夫人别急呀，发这么大的火气干什么？别气坏了自个儿的身子。老夫相信希儿这般做定是有他的道理。国公府出去的小姐行得正站得端，堂堂正正做人，规规矩矩做事，绝对不会出现有身份压人这事。不过其他人老夫可就不敢保证了。相爷夫人何不坐下来好好了解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呢？然后再下定论也不迟啊。不必了，国公爷说的这般冠冕堂皇，不就是为了欲盖弥彰？发生了什么事情，本夫人之前已经了解清楚了，要不然也不敢贸然上门，让国公府给个公道。公道？右相夫人是不是搞错了？你们相府还有脸上门来要什么公道？本王妃还没有追究你们相府，你们倒是好意思。行了，这事儿本王妃就要看看到底是谁给谁公道。不知道表姐怎么告诉相爷和夫人这件事的前因后果的呢？按照本王妃对表姐的了解，怕是又狠狠地编排了一通，是吧？表姐还真是尿性不改啊。宋香轩肯定不会说她让凤九熙道歉这件事。公爹娘亲，你们一定要为雪儿做主啊！雪儿真的什么也没有干，当时
在后花园那么多人看着呢，他们都可以为轩儿作证。九王妃和欧阳女将军起争执，轩儿不过是劝了几句而已。原本这种闲事，轩儿也不愿意多管，就怕自己落不得好。可是轩儿念及和国公府的情分，轩儿的姑姑怎么也是国公府的二夫人，轩儿和九王妃又是自幼一起长大的姐妹，所以才会站出来劝住。哪知道九王妃，她还说，即使现在轩儿嫁进了丞相府又怎样？她一个连丞相府都不会忌惮的人，又怎么可能忌惮轩儿这么一个庶主儿媳妇？请公爹和娘婿为轩儿做主。宋小姐这演技真的好，改明儿个你就可以搭一个戏台子，给全京城的贵人唱戏了。不过本王妃等了这么久，还以为你要用什么手段对付本王妃呢，就这装个小白花都不会。来，本王妃教你。凤九溪眼尖的看到了独孤商朝外面走了进来，凤九溪就朝着独孤商跑了过去。王爷，你可要为妾身做主啊！妾身被欺负了，又想不把本王妃放在眼里就算了，现在还带着他儿媳妇上门来欺负本王妃。本王妃不活了，不活了！当个九王妃还要被人欺负。独孤商看到这一幕，嘴角是一阵的抽抽，哭不出来就不哭了。要不是场合不允许，他可能会告诉小狐狸，有时候不用哭也可以达到目的的。王妃这是怎么了？王妃这是怎么了？怎么就受委屈了？你是本王的王妃，这轩王朝谁敢让你受委屈？本王一定为你做主。好了，别哭了，本王看着心疼。肉麻，太肉麻了。自从今日在后花园独孤商飙了演技以后，一发就不可收拾，现在动不动就演戏码，什么少年时的梦想就想娶她，什么玩意儿啊！凤九溪完全没把那些话放在心里，听听就算了。此刻凤九溪顾不上那么多。王爷，就是又想他们欺负妾身。之前宋香轩欺负妾身的时候，妾身看在幼相的份上不计较，可是现在他们恶人先告状，竟然直接欺负上门来了。宝宝委屈，但宝宝要说，之前宋香轩一进后花园，当着所有宾客的面，让妾身给欧阳女将军道歉，必须要道歉。妾身不道歉，他就凶妾身。是妾身这么做，是给国公府的人蒙羞，是给王爷蒙羞。妾身会把你们全部都拖下水，还说了很多过分的话，逼妾身道歉。宋香轩逼妾身给欧阳女将军道歉，说什么欧阳女将军才是王爷的意中人，妾身没资格当九王妃，所以妾身一怒之下才打了他。他一个民妇就敢逼妾身道歉，妾身这个九王妃当的实在是太憋屈了，不如不当了。听到这些，独孤商脸色阴沉了下来，他带着凤九溪自然而然地落在了国公爷右手边第一个位置。好了，不哭了，本王为你做主，欺负你的人本王一个也不会放过。听到这话，右相和右相夫人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本王妃贵为王妃，别说没错了，纵然有做错了什么，宋香轩一介民妇，没有什么位分，不知道哪来的胆子敢逼本王妃道歉，哪来的胆子又依仗什么管到了本王妃头上的事来了。那欧阳女将军明摆了要抢本王妃的夫君，按照宋香轩的意思，本王妃给她道歉了，回头回了九王府，本王妃是不是还要高高兴兴欢天喜地的把床榻给她和王爷腾出来？本王妃还要在里间伺候欧阳女将军就寝，这什么事儿啊？哪知道这事本王妃没有追究，右相大人竟然带着夫人和宋香轩来国公府，让本王妃给他们一个交代。本王妃现在算是知道了，宋香轩一介民妇，不把本王妃放在眼里，背后必定有右相大人给他的底气，他们恶人先告状。王爷，你可要为妾身做主。右相大人对本王的王妃有成见，故而纵容府上儿媳欺负本王王妃。右相，你真是好大的胆子！本王在京，你们都敢这般欺负本王的王妃。本王在外行军打仗的时候，你们还不知道怎么欺负本王的王妃呢！你们好大的胆子！独孤商不仅恼怒右相这些人，更是恼怒他自己啊！是他做的不够好，要不然京城也不会传言九王妃不受宠，才会给那些有心人钻了空子。他有错，他改，从今日起就改。
独孤商看向一旁脸色苍白、身体已经摇摇欲坠的宋香轩。宋小姐，你很关心本王的王妃是不是受挫？宋香轩被独孤商提到名字，整个人更是瑟瑟发抖。不是，民妇也只是听说。听说皇家的皇室岂容你们背后议论，真是胆大包天了。右相家的家风看来不怎么样，本王不介意帮忙右相正一正家风。九渊少卿，京城有人诋毁九王妃，这事关系到本王王妃的颜面和皇家的尊严，麻烦九渊少卿彻查，查出作俑者，一律杖刑，绝不姑息。是，王爷。右相和右相夫人突然在独孤商面前跪了下来，请九王爷明鉴，下官也是因为受到蛊惑，所以才误会了九王妃，下官知罪。右相夫人此刻的身体抖如筛糠啊，她错了，她知错了。凤九溪见右相和右相夫人跪了一地，心里那叫一个舒服，不过不可能就这么算了。王爷，刚刚右相夫人可凶了，她那样子像是要把本王妃吃下去一样，吓得妾身那颗幼小的心灵扑通扑通直跳，都快要跳出来了。臣妇知道错了，请九王妃恕罪。旁边的右相直起身子，一巴掌扇在了右相夫人的脸上。贱人，还不赶紧给九王妃磕头道歉！要不是你悄然吝啬，不分青红皂白，本相也不会犯下这弥天大错。九王妃要是不原谅你，你就滚出相府。本相没有这般不懂贤良淑德的夫人。右相这一巴掌扇得右相夫人懵逼了，可是又不敢多说多想什么，当下只敢咚咚咚的给凤九溪磕头。王爷，算了吧，右相和右相夫人也是被人蛊惑了，要是臣妾听到那些风言风语，指不定比右相夫人还要生气呢。独孤商低头垂眸看着小狐狸，在他眼底看到一闪而过的狡黠。每当小狐狸这个眼神的时候，就是有人要遭殃的时候啊，小狐狸要搞事情喽。都依你。还是王爷最疼妾身了。一亲完，凤九溪就知道完犊子了。他一激动，做了什么呀？这是果然，凤九溪转头看了一眼国公爷，还有他爹，欲哭无泪。国公爷正狠瞪着凤九溪，他刚才亲独孤商的动作，简直是不知礼数。右相夫人赶紧顺着凤九溪的话辩解：臣妇知道错了，臣妇不应该听信他人传言，哪怕是自己儿媳，也应该去查实。臣妇一定吸取今日教训，严厉治家。宋香轩如同跌入到了地狱一般，他在相府的日子本来就不好过，今日之后怕是更要水深火热了。就在宋香轩怀疑人生的时候，右相夫人，起来吧。今日之事，本王妃仔细一想，确实是一个误会，只是观念不一样而已。本王妃善妒，眼里容不得沙子，恨不得独占王爷。不过右相家家风不一样，估计更喜欢一家亲。这事儿既然是误会，本王妃也就不追究了。王爷经常谆教导本王妃，君子成人之美。本王妃虽然不是君子，那今日也大度一回。听说今日春满楼来了2位卖艺不卖身的花魁，文采了得，让本王妃就做主，据其赎身，一人赠给右相当小妾，一人赠给二公子当平妻吧，可好？这是什么骚操作？所有人都傻眼了，众人都还没有反应过来。今日在后花园，表姐就劝本王妃以和为贵，不应该迁怒欧阳女将军，还要给欧阳女将军道歉。本王妃自幼被国公府养娇了，又因偌大的国公府只有本王妃一个女儿身，所以大家都宠着让着本王妃，所以养成了自私自利的性格。本王妃的男人别人休想沾染，着实霸道了一点。可是我家王爷就喜欢本王妃这样的，娶本王妃一生一世一双人。右相夫人和宋小姐不一样，必定是识大体贤良淑德的人，纵然不会像本王妃这般善妒，应该会同意的吧。右相的脸瞬间就涨红了，有被侮辱到有没有？可是他敢不同意吗？他要是敢不同意，回头这事儿要是被闹大了，他的脸面往哪里搁呀？怎么办？右相夫人是一脸的死寂。九王妃赐他家老爷一个小妾，还是青楼的花魁，那种小贱人进门，以后老爷还会进他的院子吗？必定夜夜宿在那小贱人的院子里呀！该死的，都是宋向轩这个小贱人！妈的！
小贱蹄子，真是一个扫把星！宋香轩一个机灵，他反应过来，冲过去跪到宋氏面前。姑母，轩儿错了，姑母，你替轩儿求求情，轩儿真的错了，我再也不敢这样了。姑母，你能不能念在往日的情分上，帮忙劝劝九王妃，轩儿夫君不能娶平妻呀，更是不能娶那什么青楼花魁。夫君今年要春闱，不能因为儿女情长耽误了前程啊！姑母，求求您了，轩儿求求您了。你夫君不能娶平妻，你表妹夫君就可以。轩儿是不是忘记今日你是怎么劝你妹妹的？宋小姐这话可不对啊！今日在后花园，表妹可不是这么说的。劝希儿道歉的时候可是振振有词，正义凛然，说什么要贤良淑德，知书达理，别丢了国公府的脸。现在我也送你这句话，别丢了丞相府和宋府的脸，凭借一己之力拉所有人下水。宋香轩面若死灰，此刻他肠子都悔青了。哼，宋小姐是不是忘了一件事啊？当年你推九王妃到池塘，让她差点丢了性命这件事情之后，宋家和国公府可就断了亲了。宋小姐哪来的脸自称是九王妃的表姐，又哪来的脸皮舔脸叫本少卿的娘亲姑母的？你也配叫她姑母？表哥，当年的事情不过轩儿一时糊涂，加上年纪太小，所以才犯错的。这事儿都过去这么多年了，表哥和姑母念在旧情的份上，帮帮轩儿吧。轩儿的夫君不能娶平妻，轩儿不答应，绝对不答应。宋小姐，本夫人和你们宋家早已没了什么情谊，九王妃的决定岂是本夫人小小臣妇能够左右得了的？宋小姐真是高看本夫人了。宋小姐真是好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今日你在后花园劝本王妃的时候，可不是这般口吻。你不觉得你这样前言不搭后语的行为让人很不耻吗？本王妃决定的事情，你不答应也得答应，除非你想凭借一人之力连累整个丞相府。本王妃一个不高兴，会追究整个丞相府大逆不道、言语侮辱、挑衅本王妃的罪责哟，孰轻孰重，宋小姐看着办。还是本王妃误会了宋小姐的意思，给你相公送一个平妻是不是不够啊？你不是说男人3妻4妾不是很正常吗？要不再送2个妻4个妾，通房若干，这样宋小姐是正妻，高高在上，就能指使你这些妹妹们干活，伺候你们家相公了。本王妃想宋小姐的相公一定会很开心的，坐享其人之福。宋小姐这般善解人意，你相公无以为报，回头必定多为你生下几个庶出子女，多子多福嘛。凤九溪说完，像是又遇到了什么难题一样，转过头仰头看向独孤商。王爷，你家宝贝娘子遇到了一些难题，这么多姑娘，你家娘子找不到啊，我还怎么赠送宋姑娘一堆的妹妹呢？没事，本王来想办法。过几日皇上要选秀，那些落选的家世背景清白，又和右相府二公子身份匹配的，本王送去给二公子就是。可以，这个可以有，那妾身替宋小姐谢过王爷了。这时凤九溪看了一眼右相和右相夫人，右相大人是不是也觉得一个花魁不够，想要多来几个？要不也让九王爷为右相留意留意，有合适的也给相爷送去。不，够了，一个花魁就够了。下官谢谢九王妃的体恤，没什么事，下官和夫人先告退了。不等凤九溪再开口，右相带着夫人快速的离开了。此刻宋香轩成为了弃子。从国公府出来，右相是一脸的阴沉呢。右相夫人在旁边是大气都不敢出。去青楼，老爷真要去青楼把那女子接回府？不赎回府还能怎么着？还是你有更好的办法？做事不带一点脑子吗？右相夫人不敢说话了。马车很快到了青满楼的门口，桑木早就已经领着2个姑娘按照九王妃的吩咐等着了。相爷，九王妃说了，这2位您任选一位带走。这是青楼的花魁，春满楼要倒闭歇业了吗？每个女子的体重怕是有170、80斤呢。这是花魁。官人，你是怎么知道妾身名字的？妾身名叫花魁。官人放心，妾身今晚洞房花烛夜一定会好好伺候官人的。话音落下，那小娘子不等相爷和相爷夫人开口，一步跨上了马车，一屁股就坐在了相爷身边。马车外面，桑木嘴角一阵的抽抽，另一个女子也不甘落后，挤上了马车，车轱辘彻底瘪了下去。
好了，相爷来接人，我的任务就完成了，你们可以走了。桑木一巴掌拍在马儿的背上，试图让马儿跑起来，哪知道马儿纹丝不动。刹那间，马儿竟被马车后面的重量给翘了起来，在空中沙哑的嘶叫：“老爷，马车太重了，马拉不动了。”这太损了，九王妃这招真的太损了。哪知道就在这个时候，马车后面不太结实，直接被掀开，4个人一起滚出了马车，那叫一个狼狈。等桑木看清楚情况以后，再也忍不住笑喷了。花魁一屁股坐在右相的脸上，因为身形庞大，他根本没有注意，还在左顾右盼地寻找右相的身影。官人呐，奴家的官人去哪里了？官人，你别抛弃奴家，奴家可不行，奴家嫁人的当天就把官人给克死，至少多活几天，别像之前那几位夺命鬼一样，都没活到洞房就被奴家给克死了。花魁，你再不起来，你家相公就被你做死了。你低头看看，你相公的脸正被你做着呢。官人，花魁赶紧起身，赶紧把相爷又扶起来。官人，奴家不是故意的，奴家真不是故意的。右相不管不顾，又重新上了马车，走去皇宫，本相要去告御状。九王爷和九王妃简直是欺人太甚。车夫也是怕了，右相一上马车，他一鞭子挥在马儿的屁股上，一溜烟的就跑了。右相夫人看着离开的马车，傻眼了，他被抛下了。官人，等等奴家呀！官人，你还没把奴家带走呢！官人，等等！大姐，你追马车做甚？夫人不是在这里吗？夫人带咱们姐妹回府不就行了吗？右相夫人快要哭了。今日他不把这2个肥猪一样的女子带回右相府，他肯定是要交代在这里了，只能是一咬牙就把这2个女子带回了右相府。而此刻，凤九溪一脸的得意洋洋，哪知道还没高兴一盏茶的功夫，跪下！扑通一声，凤九溪和凤九渊条件反射的就跪在了国公爷的面前。你俩可知错？祖父，希儿知道错了，哥哥也知道错了。错在哪里？祖父，哥哥错在不应该认欧阳女将军为妹妹，引狼入室，抢希儿夫君，该罚，该重重的罚。你个小王八蛋，我什么时候认她当妹妹了？没有吗？人家可是叫你九渊哥哥，九渊哥哥啊！本王妃这个亲妹妹都没有他叫的亲热，你还没有错吗？祖父，哥哥有错，他大错特错，你打断他的腿吧，看他以后还敢不敢乱认妹妹了。希儿这就去给你拿家法来。凤九溪起身撒腿就跑，这个时候不跑才是傻子。可是当他刚刚跑到门口的时候，衣领就被人揪住了。祖父，这小王八蛋他想跑，一点都不知道悔改，他惹祸了还想要甩锅，简直是不可原谅他。祖父，你打断他的腿，看他还跑不跑了。爹，孩儿手里还有点事情，去忙了。公爹，儿媳去帮忙带允儿。他爹娘不救他就算了，竟然还要把凤九溪唯一的希望带走。王爷一起吧，正好有点事情需要找你商议一下。最近许久没有下棋了，刚好也可以切磋几把。独孤商面露难色，一边是岳丈岳母，一边是小狐狸，他怎么办呢？国公爷看出了独孤商的犹豫，九王爷还是先行离开吧，老夫怕你待会心软。这小王八蛋确实应该收拾了，太不让人省心了。凤九溪刹那间就众叛亲离了，他不是刚刚他们一大家子人不是相亲相爱吗？还一致对外来着。凤九溪眼睛眨巴眨巴的看向独孤商，希望他留下来，这个靠山要是走了，他就完犊子了。王爷，这是要留下来一起罚跪，还是一起抄经文啊？你刚刚在祠堂还没抄够吗？哎呀，王爷现在抄经文的经验啊，可比小狐狸可强多了。哎，这就连字迹也变得一模一样了。好啊，凤九溪，你可以的。老子罚的是你抄经文，不是罚九王爷抄经文，你真是反了天了。可以，真是可以呀！走，咱们去下棋，走吧，一起。独孤商就这么被离开了。凤九渊那个孽障，自己没有帮手是个和尚就算了，还要揭发我啊！苍天啊，我怎么有这么一个哥哥？我不想要这个哥哥了，让他回炉重造，变个性别，变成姐姐吧。姐姐知道疼妹妹，哥哥只知道坑妹妹。凤九渊揪着小狐狸，
生怕他跑了，所以这些话凤九渊听的是一清二楚。不行，没有帮手，他得自救啊，总不能放弃抵抗吧？放弃抵抗的后果很严重。凤九溪扑通一声又跪在了国公爷面前。祖父，希儿知道错了，希儿大错特错。您打断希儿的腿吧，希儿绝无怨言。你用这个打断希儿的腿吧。国公爷看到凤九溪手上那根小的可怜的筷子，气到不行了。滚犊子，滚远点！什么？这就滚了？嘿，这就可以滚了？好的，可以。祖父，希儿滚了，真的滚了哟，是你让希儿滚的。待会儿你可别后悔。还不快滚！再不滚，老子打断你的狗腿！哎，滚！希儿这就滚，你别生气，马上就滚。只是祖父，我是直线滚呢，还是来回滚？国公爷被气的呀，凤九溪慌了，生怕国公爷来打他。啊，滚了，我滚了。凤九溪偏殿的门口滚，可是滚了几步，他发现完犊子了，滚错方向了。凤九溪赶紧调整方向。祖父，您别着急，我再滚一次，这次希儿保证不会滚错了。滚了！国公爷看到脚边的一团，恨不得一脚踢出去，哪知道他还没反应过来，那一团就朝门口滚了过去。这速度啊，很快，比滚雪球的速度还要快上几分，根本就没有给他踢脚的机会。凤九渊看到这一幕，傻眼了，还能这样啊？祖父，渊儿也错了，要不然渊儿也滚，免得碍祖父您的眼。你给老子滚试试！你要是滚可以来回滚，你敢滚出偏殿，老子就打断你的腿。说你错了没有？凤九渊回头看了一眼偏殿的门，知道凤九溪绝对在那儿偷看。祖父，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渊儿知道错了。你知道错了？你错在哪里了？小王八蛋，你给我滚出来！你告诉祖父，我到底哪儿错了？祖父，哥哥错了，他错在认贼当妹妹，认了欧阳女将军为妹妹。祖父，渊儿错了，不应该认欧阳女将军当妹妹。不对，祖父，我没认她当妹妹啊。这个我没做呀。那你错了没有？错了，祖父，渊儿错了，你打断我的腿吧。祖父，您用这个打断渊儿的腿吧。凤九溪直接把扁担往偏殿里扔。祖父，用这个打断凤九渊的腿，看他以后还敢不敢乱认妹妹，简直无法无天，胆大包天了。国公爷气笑了，走到偏殿的中央，弯腰捡起地上的扁担，就朝着偏殿外追去。行，老子就用这个先打断你的狗腿，再打断你哥的腿。啊，王爷、相公、夫君，救命啊！国公爷要打断你家王妃的腿，你家王妃要残疾了。凤九溪撒腿就往他爹娘的院子里跑，去找九王爷的庇护啊！小王八蛋，你真是无法无天了！已经出阁了，还在这般不懂规矩，也就九王爷惯着你。哼！骂着，国公爷就笑了，心情很好。起来吧，你们兄妹俩一个德行，两个都长歪了，半斤八两。凤九渊这才起身。这事你怎么看？圣上那边何意？赐婚的圣旨会下来吗？祖父，这事儿还不确定，被小狐狸这么一搅和，这圣旨要下来有点难了。皇上就是想把欧阳女将军赐婚给九王爷都不可能了。唉，下不来就好，下不来就好啊，军心难测呀。欧阳家和九王爷联姻，皇上能安心几分，能平衡九王爷在朝中的势力，不会偏向于太子。皇上此棋无法落子，按照九王爷对希儿的宠爱，他第一个就不会答应。总之啊，近日你们在朝中小心行事，也被抓到了把柄，皇上一定还会出招，看看怎么削弱京派的势力。国公府刀枪不入，但其他人那边很容易呀。祖父，孙儿知道了，这事儿啊，您别操心，孙儿会看着办。半炷香后，凤九渊和凤九溪在凉亭碰面了。看到凤九渊，凤九溪还是吹胡子瞪眼，一副要吃了他的样子。行了你，别瞪了，东西带来了没有？这个药粉3日一用，放在汤里就没有任何味道，我改良过了，应该有用，有止痛的作用。行，我知道了，先走了啊。见凤九渊要走，阿哥做好准备，可能时日不多了。最近祖父痛得太频繁了，病情应该是加重了。今日看他面色又蜡黄了几分，肚子也大了一点点，之后应该会更大。凤九渊闻言，眼底的情绪深邃了几分，再也没有了之前的嬉皮笑脸。就没有其他别的办法了吗？没了，这是不治之症。好，我知道了。哪知道就在凤九渊以为没有下文的时候，或许你早点成亲，娶个媳妇儿回来，老爷子一高兴，身体就会好一点啦。凤九渊没有理会凤九溪，拿着瓷瓶就离开了。这是只有他兄妹才知道的秘密。国公爷得了不治之症，奈何
这种病症是世界难题，即使在他生活的前世，医疗发达的情况下，依旧是无法治愈，更别说是现在了。之后，凤九溪去他爹娘的院子找了独孤商。这个时候，九王爷正在书房绞尽脑汁的和岳父下棋呢。爹，你又在为难我家大宝贝了。就你那棋艺，回头允儿长大一些，都能杀得你片甲不留。不会说话，别说话。你祖父怎么没让你继续抄经文？因为我家大宝贝不在啊，经文没有人抄，罚了也是白罚。惯的吧，少惹你祖父生气。凤九溪说话间，已经从书房的暗格里拿出了一个木箱子，熟练的打开后，拿出银针开始消毒。他一把扑进了独孤商的怀中。王爷啪啪啪，这幼相怎么进宫告御状了呢？他那么大的脸啊，在国公府的时候他自己点头答应的，怎么出了国公府就变脸了？这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不能慎教，老奸巨猾。听到这话，全场又是一阵的无语。凤九溪不停的吐槽幼相，进宫的马车上他依旧是吐槽个没完。坐在马车外沿，沿着车夫的长公公一阵的无语。惨了，总之啊，惨的人绝对不会是九王妃，怕是幼相又那时候进宫告御状，还不如回府洞房花烛夜。嘿嘿，这也不知道九王妃送给幼相的小妾是何等的国色天香啊！幼相也真是的，去享受就行了，哭什么哭呢？马车上，凤九溪依旧是口若悬河，独孤商就这么静静的听着，没有说话，因为根本插不上嘴呀。王爷，差不多得了，你岳父得输棋了。独孤商看了一眼小狐狸，眼底闪过一丝无奈，落下了2个字儿。这2个字儿下去，凤城棋真的输了。王爷这是被小王八蛋越带越偏了。独孤商不说话了，在国公府和其他地方不一样。之后，凤九溪就给他爹针灸了小半个时辰，哪知道就在这个时候，皇上身边的长公公来了国公府。九王爷、九王妃，皇上宣你们进宫，快随咱家走吧。何事？哎呀，咱家也不方便多说，总之就是啊，左相在御书房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控诉九王妃，皇上让九王妃进宫去。刹那间，所有人的目光一下子看向了凤九溪，就是送了4个青楼女子过去，2个170、80斤的给丞相，2个年轻的花魁给了丞相2公子。众人无语，这不是捅破天了吗？凤九溪心虚之后就是有点害怕。王爷，你说这幼相是不是搞笑啊？明明在国公府的时候没有意见，怎么转身就变卦了呢？送他那2个美人可是本王妃千挑万选的，他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呢。这时马车从永安门就进去了，凤九溪突然就闭了嘴巴，说不心虚是假的。虽然吧，他现在是独孤商的九王妃，但是进宫的次数屈指可数啊，还是心里有点害怕的，就往独孤商的怀里钻。亲爱的大宝贝，求抱抱，我有点害怕怎么办？不想去啊，要不你一个人去御书房，我在马车里等你，回头咱们一起回府，怎么样？没事，有我在，待会儿到了御书房，你别说话，我来应付皇上就可以了。好，宝宝不说话，宝宝站在你的身后寻求庇护。王爷，你可要保护好你家娇娇王妃，知道吗？我害怕呀，我真的害怕。那颗心已经开始扑通扑通跳了，就快要跳出来了。不信你摸摸。乖，别闹，晚上本王一定和你洞房花烛。这是什么跟什么呀？这老男人真是……凤九溪赶紧放开了抓住独孤商的手，甚至从独孤商的怀里退了出来。不行，他已经感觉到独孤商的变化，这该死的男人都这种时候了，他王妃都被告了御状，他脑海里竟然还想着那带颜色的东西。这时马车停了下来，王爷王妃到了，下马车吧。独孤商看了一眼凤九溪，跳下了马车。希儿，出来吧，别让皇兄久等了。凤九溪这才在独孤商的搀扶下跳下了马车。一看独孤商的脸色，凤九溪心里不平衡了，为什么只有他一个人心猿意马呀？这个男人很快就能恢复平静了，他不爽了。去御书房的路上，凤九溪故意靠着独孤商走，时不时的扯一扯他的衣袍，时不时的挠挠他的掌心。除了带路的长公公，这一路上几乎没有什么工人。凤九溪越发的大胆了。王爷，我要给你讲一件事情，你太高了，你把头侧下来点，我说给你听。别闹，
这是皇宫。凤九熙突然站定身子不走了。皇宫怎么了？我又不是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你到底要不要听我讲话？听不听啊？看到凤九熙那娇嗔的样子，独孤商眼底满是无奈，又折回去。好的，你说吧。凤九熙嘴角一勾，伸手抱住独孤商的脖子。王爷，我想和你在马车里试试，怎么样？要不要回去的时候试一试啊？故意的，绝对是故意的。他好不容易收拾好的情绪，3两下就被小狐狸三言两语又回来了，比第一次还要来势汹汹，汹涌澎湃啊！而这个时候，凤九熙感觉到独孤商呼吸的变化，已经放开了他，拍拍屁股走人了。哎，长公公，等等本王妃啊，等等！回头看了一眼独孤商，眼底眉梢满是笑意，那得意洋洋的样子让独孤商恨得心里直痒痒，恨不得下一刻就把小狐狸抱走。回府要他妈7、8次水，这次小狐狸怎么哭怎么喊，他都不会放过他了。看来他手腕上那碍眼的手工纱确实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此刻再看小狐狸，哪里还有什么害怕的情绪啊？那样子没有一丝的害怕，去御书房就好像回自己府上一样轻松愉快。要到御书房的时候，桑木突然追了上来，按照凤九熙的吩咐，在他手里塞了一块洋葱。这一举动被长公公和独孤商都看在眼里，眼角又是一阵的抽抽。但总是用洋葱熏眼睛，没有坏处吗？没有伤害吗？独孤商快步走上去，你跟着就行了，别说话，知道吗？御书房，长公公先进去通报，独孤商和凤九熙一前一后走了进去，先行了礼。凤九熙一眼就看到了右相，独孤商哪知道啊，他自己还没有说话，皇上也还没有问话。哎呀，右相大人，你怎么这般狼狈？右相大人，你就这么进宫面圣了？这是御前失仪呀！是不是因为本王妃送你的那2个花魁太尤物了，所以右相都顾不得自己形象了？右相大人还得注意身体啊，一大把年纪了，不能纵欲过度。右相脸色铁青，丝毫没有想到九王妃到了皇上面前，竟然还这般的巧言善辩。皇上额头突然出现了3条黑线，想要说什么，张了张口，硬是没有说出话来。皇上，右相儿媳告诉臣妇，右相喜欢多子多福、其乐融融的一大家子人。今日右相和夫人去国公府祝贺，臣妇听言了宋香轩表姐的话，一时高兴，就想成人之美，送了2个美人到右相府。右相和夫人2人还驾马车高高兴兴的去接人了。臣妇相信用不了多久，右相府就能添丁了。原来右相多子多福的愿望啊，臣妇真的是菩萨心肠啊！皇上嘴角一抽抽，事情的大概他已经了解过了，只是没有想到这从九王妃的嘴里说出来，好像就变了一个意思。右相扑通一下就跪了下来，皇上，你要为微臣做主啊！九王妃简直是一派胡言，微臣一大把年纪，半截身子都要入土的人了，怎么可能还垂涎美色？九王妃这是羞辱微臣呐！恳请皇上为微臣做主。右相大人，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在国公府的时候明明答应了，你和夫人都已经去春满楼亲自接人回府了，怎么现在你又换了一种说辞啦？本王妃不得不怀疑右相大人和本王妃有仇，要不然也不会这般编排本王妃。本王妃好心好意的送你美人，你还大打一耙。扑通一声，凤九熙又跪了下来。皇上，臣妇冤枉啊！臣妇说的句句属实。丞相府的马车去了春满楼，那么多老百姓都看到了，他要不是心甘情愿，右相大人怎么可能出现在春满楼啊？也不知道右相大人这是何意，非得借题发挥，参臣妇一本。皇上听到凤九熙的声音，条件反射的就头疼，但是又不得不查清楚，为其断理。九王爷全程目睹了整件事，你来说说公道话，朕相信九王爷不会偏袒谁。右相携夫人去国公府要交代，本王妃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有何不可？右相技不如人罢了。凤九熙快要站起身为王爷拍手叫好了，不过开口的时候便收敛了情绪，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哎呀，本王妃知道右相为什么前后判若两人了，一定是本王妃送的那2人不符合右相心意。要不这样，改明儿本王妃再物色2个尤物送到府上为右相填房，可好？这事还能这么理解吗？这不是有些牵强吗？但是好像又说得过去。皇上看了一眼面色阴沉的右相，开口问道：爱卿可是嫌弃那2个女子不够美呀？要不朕再赐你2个？这九王妃简直就是妖孽！
竟然把皇上也带偏了，这是宋美人的事情吗？真是谢谢你九王妃了，皇上，微臣不是这个意思，微臣又像是什么意思？你可以说的，反正你什么意思，本王妃按照你的意思办就行了。又像喜欢环肥燕瘦的，还是异域美人呀？又像大人，做人不能太贪了，这上了年纪呀，就得保重身体，太亏空了，吃补药也无济于事。皇上眼底闪过一丝阴暗，是这么回事吗？那他去后宫的时间也得减少才行啊，要保重龙体才行啊。又像被凤九溪的一连串的话堵得涨红了脸，他以前怎么没发现凤九溪这般的巧言善辩呢？再纠结只是会让自己难堪而已。皇上，够了！九王妃送微臣那2个小妾，微臣很满意，就不用九王妃和皇上再为微臣考虑了。哦，没什么事了，右相可以先回府了，毕竟今日是你的好日子。微臣告退。右相行礼后，带着一肚子的火气就离开了。原本独孤商让小狐狸不要说话，他来解决这件事，哪知道九王爷一句话都没说，小狐狸就自己把事情解决了。就在这个时候，太后身边的嬷嬷过来叫人了。凤九溪一听快要哭了，又来。这皇宫凤九溪最忌惮的就是太后她老人家。看到太后身边的容嬷嬷，凤九溪下意识地往独孤商的身边靠了靠，拉了拉他的衣角，那寻求庇护的姿态很明确呀。劳烦嬷嬷禀告母后，今日本王与王妃在国公府忙了一整日，时辰太晚了，明早本王带王妃过去给母后请安。九王爷，您就别为难老奴了，太后不过是叫九王妃过去说说话而已，九王爷出宫的时候就能过去把王妃接着一起出宫。凤九溪一看容嬷嬷的架势，就知道今天这一趟永乐宫不得不去了。王爷，你先忙吧，妾身也好久没有去看望太后了，几日不见，也不知她身体是否安好。那妾身先去永乐宫。九王妃，随老奴来吧。容嬷嬷在前面带路，凤九溪一步3回头，看向独孤商的眼神仿佛在拉丝儿。他不想去啊，但是又没有任何的办法。该死，也不知道这老巫婆又要干什么。去永乐宫的路上，凤九溪不停地和容嬷嬷套近乎，奈何容嬷嬷在凤九溪手上吃过几次亏，挨罚以后就学乖了，只要她不开口，九王妃总不能把她嘴巴撬开吧。就这样，凤九溪使尽浑身的解数都没能套点有用的消息，这才来到了永乐宫。太后见凤九溪进来了，过来给哀家把这头饰拆了。凤九溪站在那里乖巧无比，同之前那飞扬跋扈的她不一样，她在太后面前不敢张扬啊，就怕被占规矩。谁让这老妖婆是太后呢？九王爷名义上的母妃。是母后，儿臣做这些仔细的活儿有点笨手笨脚的，弄疼了母后，您别见怪。太后端坐在铜镜前，没有开枪，但是她一身的冰冷，凤九溪就知道今晚这关怕是不好过了。哀家这里有一道懿旨，回头九王妃替哀家跑一趟欧阳将军府吧。刹那间，凤九溪就明白太后这是敲打他呢，让他点头同意九王爷迎娶欧阳女将军进门的亲事。母后，这事儿还是换别人去吧，儿臣倒是乐意跑这一趟，可是那欧阳女将军今日比武输给了儿臣，怕死不乐意带进儿臣啊。不行，哀家赐婚九王爷和欧阳女将军的懿旨只能由你去颁发，堂堂九王妃就得有正妃的担当和责任，你不能为老九开枝散叶，总不能阻挡别人为他生灵儿吧。母后啊，这个您可冤枉儿臣了，实在不是儿媳不给九王爷生孩子开枝散叶，儿媳还想生一个足球队呢。不对，是为九王爷开枝散叶枝繁叶茂，奈何王爷不配合呀，他心疼儿臣，怕儿臣生孩子有什么闪失，留他一个人独守空房。王爷这样，儿臣能怎么办？总不能强行让他和儿臣做那事儿吧，男女力量悬殊，儿臣不是他的对手。凤九溪越说越委屈，把所有的过错全都推到了独孤商的身上。反正这个太后娘娘又不是真的关心独孤商，她还能去找独孤商对峙不成？凤九溪越说越委屈，之前在御书房那洋葱没有用武之地，此刻终于是派上用场。凤九溪悄悄地腾出一只手，拿出洋葱往自己的眼睛上抹了抹。妈呀，辣
眼睛。母后啊，你不知道儿臣心里苦啊。九王爷确实对儿臣百般疼惜，真爱无比，可他心魂也不碰儿臣，让儿臣成为了全京城的笑柄。儿臣总不能一个人生灵儿吧？好在这次王爷省长归来，手边的事情多，儿臣也没有机会啊。回头儿臣得偿所愿了，一定多生孩子，多子多福。听到凤九熙这话，太后脸上有点不悦，越发的冰冷。她可不是真的在乎独孤商有没有子嗣，她只在乎这欧阳媛媛能不能进九王府的大门。哪知道找的理由竟然就这么被凤九熙化解了。凤九熙抬头看了一眼铜镜里的那张脸，心里乐开了花。委屈了吧？不高兴了吧？吃瘪了吧？这老妖婆真是死王八炖汤，憋了一肚子的坏水，说什么开枝散叶、上坟烧报纸，糊弄鬼呢。就在太后绞尽脑汁想要再想什么理由把欧阳将军塞进九王府的时候，凤九熙峰回路转，自己把话题绕了回来。母后啊，儿臣也不是不愿意欧阳女将军嫁进九王府，相反的，儿臣同意的。那日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儿臣就同意啦。儿臣还愿意为他们操办成婚典礼，可是九王爷不答应啊，他不同意娶，儿臣能怎么办？总不能儿臣去欧阳将军府迎亲吧？这是个什么事儿啊？欧阳女将军又不是嫁给儿臣。母后，要不待会儿臣把懿旨带回去，今晚的时候儿臣好好劝一劝九王爷，他要是同意啦，儿臣明儿个一大早去欧阳将军府下母后的懿旨，顺便把3书6礼3媒9聘一起操办了。母后以为如何？难怪皇上说凤九熙不是省油的灯，这国公府出来的人一个比一个巧言善辩，城府深。凤九熙这里根本就是铜墙铁壁，油盐不进，行不通。到时候把太后的懿旨给了凤九熙，传不下去，独孤商抗旨不遵，他堂堂圣王朝的太后不就是一个笑话吗？是哀家此举欠妥了，哀家知道希儿善解人意，识大体。这样吧，希儿今晚回去好好劝劝商儿。哀家虽然不是他的生母，可终究在哀家身边养了几年，怎么可能没有母子情谊呢？哀家希望他儿孙满堂，才能对得起逝去的先皇。这事儿哀家就拜托希儿了，你能让哀家如愿吗？凤九熙心里在骂呀，这他妈逼他立个军令状啊，这是让他去说服独孤商。行，这一次他就让整个京城的人都知道他到底有多软。好，今晚儿臣回去一定好好劝说王爷。母后放心，儿臣肯定会竭尽所能劝说王爷的，不让母后失望。母后，以儿臣之见，要不您别下懿旨了，儿臣明日直接去欧阳将军府为九王爷提亲吧。直接提亲？对啊，直接提亲。到时候王爷要是恼怒，这怒气也只是儿臣一人承担。以王爷对儿臣的喜爱，总不能休了儿臣吧？天理下了，王爷只能把欧阳女将军娶进门啦。这话被急急忙忙从御书房出来永乐宫的独孤商听到了，他脸色瞬间阴沉了下来。太后宫里的宫女看到独孤商一脸的惊恐，想要说话，却被身边的桑火一口捂住了嘴巴。独孤商眼底闪过一丝受伤，转身便离开了永乐宫。记住，没见过九王爷来这里，知道吗？谁要是说出去……桑火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然后快步的去追独孤商了。独孤商站在一处亭子里，负手而立。桑火不善言辞，却硬着头皮走了上去。王爷，王妃或许不是那个意思，王妃还是在乎王爷的。退下吧。是。桑火小心翼翼，大气不敢出的退到了一边。此刻独孤商心如刀割，凤九熙的那些话就像一把尖刀，狠狠地刺进他的心脏，那种疼痛排山倒海。还不够吗？他对小狐狸的喜欢还不够吗？所以他依旧不为所动，对他一点点的感觉和爱慕都没有吗？他满腔的热血依旧捂不热他。这只小狐狸没心没肺，什么都入不了他的眼。他的心太小了，能装下国公府的满门，可是为什么就不能给他留一个位置呢？哪怕给他一个小小的角落也可以啊。独孤商一个人站在凉亭里许久，快要过1个时辰的时候，他才收敛了情绪。桑火，进去通报，就说本王来接王妃了，让她出来即可。是，王爷。桑火匆匆离开了。独孤商的眼底闪过一丝阴冷的戾气。行，他就看看小狐狸这一次能做到哪般。这是他最后一次给小狐狸机会了。如果他依旧让他失望，那么以后小狐狸就没有自由了，那就一直待在他眼睛能看到、手能摸到的地方，这辈子休想逃。过了半盏茶，凤九熙欢天喜地的出来了，看到独孤商，他一下子跑过去抱住了独孤商的腰。
宝宝，我亲爱的大宝贝，你不高兴了？谁让我家宝宝不开心了？说出来，我打死他！没有，怎么了？一会儿不见本王就这般热情。王妃是想抱抱举高高转圈圈了吗？也不是不可以。独孤商抱起凤九溪就开始真的转圈圈，耳边满是小狐狸银铃般的笑声，此刻竟然奇迹般的一点一点的治愈了独孤商刚刚阴霾的心情。那一刻没有人知道他有毁灭所有的冲动，一念成痴，一念成魔，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他怀里的小狐狸。好吧，可以了，可以了。大宝贝，我的头转晕了，咱们回府吧。好。王爷，我头晕，走不动路了，你抱我出宫吧。好。独孤商就真的没有让凤九溪落地，而是一路抱着他朝停马车的地方走去。上了马车，永乐宫的工人足足搬了3个大箱子。独孤商看向凤九溪，假装不知道。这是王爷，你不知道吧？这是母后赏赐给我的。她说本王妃伺候王爷辛苦了，赏赐本王妃一些金银珠宝、稀有补品，让我好好养身子，然后为王爷生一个大胖小子。来年母后就能抱孙子啦。太后赏赐给你的，要不然呢？不是赏赐给我的，还能给谁啊？要不然也不会搬上咱们九王府的马车，你说是吧？真是太后赏赐给你的，她为什么会赏赐你这么多钱财啊？王爷，你看我，你娶到的王妃学富五车，才高8斗，集智慧与美貌于一身，上得厅堂，下得厨房，身手高强，最主要的是深得王爷的心。你就说这样的九王妃，你满意吗？满意。或许觉得这满意不足够表达，看到凤九溪逐渐嘟起来的有点控诉的嘴，满意，特别满意，甚是满意。能娶到希儿是本王8辈子修来的福气。你看，你娶到这样的九王妃很满意，那是因为我惹人喜欢呀。母后她老人家对我这个九王妃也是满意的，赠送点钱财给我，这有问题吗？没问题。太后睿智。太后老人家确实聪明，聪明有什么用？还不是被我坑了。没办法，本王妃太招人喜欢了，让人没有防备之心啊。吃一堑长一智啊，太后就是坏鳖吃多了，所以一肚子的坏水。这次被坑了，必定要多吃几个鳖补一补。如果不是刚刚听到了那些话，他可能就相信了小狐狸的胡言乱语。什么太后赏赐给他的东西，可能吗？这些太后御赐之物是给小狐狸拿去欧阳家下聘的，现在小狐狸占为己有了，那是不是证明小狐狸不会去下聘了啊？原来是虚惊一场啊！回到王府，他心情很舒畅，甚至跟着独孤商去了他的书房，帮忙研墨，帮忙摆宣纸。王爷，你要作画还是写诗？妾身全部准备妥当了，来吧。独孤商看着有点狗腿的凤九溪，心里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小狐狸这是要坑他来了。想买什么你找账房支局就行了，让你管钟馗你又不乐意。管钟馗太累了，那些账本就能要了我的命。王爷，相公，咱们商量一个事情好不好？王爷，明日傍晚你陪我去一趟永乐宫见太后娘娘，你就告诉她你不愿意娶欧阳女将军，你对我情有独钟，不打算娶侧妃，不打算纳妾了。妾身需要王爷在太后面前表明你对妾身的宠爱，可以吗？独孤商眉头紧蹙，一副为难的样子。也不是不行，相公都叫了，不满足王妃好像有点显得本王不近人情。那王妃用什么作为谢礼谢本王呢？王爷，这样可以吗？不可以，得这样。来，本王教你。凤九溪一声尖叫，整个人就被独孤商拦腰抱起来，放在案几上，低头夺走了他的呼吸。案几呀，这算不算电视上演的那个什么来着？办公室那种有事儿秘书干，没事儿干秘书。凤九溪以为只是蜻蜓点水，可是在被他夺取呼吸，浑浑噩噩间，竟然被独孤商抱回了寝殿。孤独商，你干什么？你别乱来。乖，别怕，不疼的。你不是答应母后也给本王生灵儿吗？顶着一个手工杀，不是欺君之罪吗？如此，本王只能帮王妃一把了。你禽兽！这一折腾，几乎就到了后半夜。好的，当凤九溪昏睡过去的时候，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独孤商太强了。这一觉又是日上3竿，醒来的时候，他全身都酸痛啊！哪知道这个时候，九王府来了不速之客，宋香轩的娘亲，也就是凤九溪的舅母刘星书，带着女儿宋香轩上门闹了。凤九溪，你出来，你给我出来！凤九溪，你怎么这般歹毒，这么蛇蝎
些心肠，竟然这般对你的表姐。轩儿在相府待不下去了，对你有什么好处？九王府的大门口有侍卫守着，刘星书和宋香轩还没有胆子大到敢擅闯九王府。你们来看呐，大家来评评理，这是什么事儿啊？你们看看，这就是九王妃，歹毒蛇蝎心肠的九王妃呀！她居然给自己的表姐夫送了2个青楼女子，这是要把她的表姐逼得走投无路啊！我不活了，我不活了！我的女儿要是被夫家休了，我这个当娘亲的也不活了，没保护好我的女儿啊！哎呀，方九熙，你给我出来！你给我出来！方九熙，这事儿你必须给我一个交代。轩儿可是你的表姐，我可是你的舅母啊！你当真是做了九王妃，飞黄腾达了以后就六亲不认了呀？我们这些小老百姓是不是就不配做你的亲戚了？哎呀，我不活了，我不活了！我这造的什么孽呀！出来，方九熙，你给我滚出来！天底下怎会有你这般歹毒的表妹，竟然这般坑自己的表姐？轩儿要是被休了，你也别想好过。什么？九王妃送了自己表姐夫2个青楼女子？好家伙，这出手阔绰的嘛，真是够狠的！天杀的，这是坑害自己的表姐呀！嘘，王家的事儿不要议论，小心被砍头。主院，凤九熙起床洗漱好，慢条斯理地用着早膳，一边吃一边听着府上下人来报门口的情况。听到刘星书的那些话，凤九熙一点都不意外，毕竟他舅母就是这个德行啊。小姐，刘氏和表小姐真是太过分了，小姐明明不是这样的，他们却要这样诋毁小姐。哼，等王爷回来，把他俩的舌头割了。如意，姑娘家不能随便生气跟人吵架，这会显得咱们很没有教养，就应该一巴掌呼上去，让他知道什么是文武双全。狗咬了你一口，你总不能咬狗一口吧？但是本王爷可以告诉你一个方法，可以宰狗，喝狗肉汤，能不动怒就不动怒，直接动手。走吧，本王妃带你们宰狗去。一炷香过去了，刘星书就在九王府门口骂了一个时辰，都没有见到凤九熙这个小贱人，可把他气坏了。可刘星书已经骂不动了，只得坐在地上，时不时的输出几句。一旁原本哭得楚楚可怜的宋香轩，哭了半个时辰，同样也哭不出来了，就那么干站着。这不，凤九熙吃饱喝足来打狗了。哼，凤九熙，你这个毒妇终于出来了，我要撕烂你的嘴，打死你这个毒妇！你怎么这般的蛇蝎心肠？自己嫁好了，飞上枝头变凤凰了，不允许别人嫁得好吗？轩儿可是你的表姐呀，你怎能这般对待你的表姐？凤九熙，你简直就是最毒的妇人心呐！就当刘星说要冲上来的时候，九王府门口的侍卫动了，2把战戟就这么横在了他面前，让他动弹不得，不能再往前跨越一步。让开，让开！你们拦着我干什么？我可是凤九熙的舅母，都让开！凤九熙笑眯眯地看了一眼刘星书，然后在王府奴仆搬来的贵妃椅上慵懒地坐了下来。舅母骂完了吗？要是没有骂完，没有骂高兴，你继续呀，本王妃就在这里听着。来，继续。就在凤九熙的旁边，九王府的账房先生正拿着一个账本，一字一句地记录下来刘星书所说的话，这将是证据，到时候会成为呈堂证供的。至于人证嘛，这些围观的老百姓不就是全部的人证吗？凤九熙这个小贱人是一点都不生气吗？居然还笑眯眯地任由他打骂，难道是怕了？难道是怕他把事情闹大了，闹到九王爷的耳朵里，怕王爷怪罪？这刘星书越想越觉得应该就是这样，偏偏就不。这件事他和凤九熙这个小贱人就没完了，最好是让他失去九王妃之位。凤九熙，你真是歹毒啊你不就是嫉妒你表姐嫁得好吗？而你虽然贵为九王妃，这不过是个下堂妇而已，成婚的当天就失宠了，所以见不得你表姐好。凤九熙，我告诉你，你表姐要是被休了，你也别想过得好，知道吗？还以为你娘亲有多强，不和娘家人来往，嫌弃娘家人是普通人家，比不上国公府。哼，现在好了，还以为宋于琴能教出多有能耐的女儿来，现在看来呀，不过是个毒妇。刘星书骂凤九熙一个人就可以了，毕竟一个人做事一人当嘛，祸不及妻儿，不连累家人，所以这事儿就不能忍。如意，张嘴，舅母这张嘴欠揍。是，小姐。如意一步一步的朝着刘星书走过去。你敢？如意，你敢？我可是你家
小姐的舅母，这还有没有王法？有没有长幼尊卑了？奴婢不仅敢打你，还要把你的脸打肿。早就看你不顺眼，现在还敢上门来骂小姐，连夫人也一起骂，你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如意没有一点的手下留情，直接就打了刘星书。